一时千年的岁月，吴惨终于来到产巫夫一族的住址，面对一度想亲手杀死的产巫夫一族的家主，如今却病入膏肓，随时都会死亡的姿态，吴惨顿感无趣。而吴惨怎么也不会想到，千年的岁月再次回到产巫夫一族的住址，乃是要在大人故意为之，以自身为诱饵，尽可能的削弱吴惨，为朱氏小姐创造机会，将让鬼变回人类的药物注射到吴惨的体内。当众助集结于吴惨面前之时，随着民女将鬼杀队众人拉入无限城，鬼杀队与吴惨之间的最终决战终于拉开序幕。而来到无限城的诸多鬼杀队剑士也有着各自的目标，担心朱氏小姐的炭治郎想要尽快回到吴惨那里将其打败。不知道事情来龙去脉的他，虽明白朱氏小姐短暂的压制住了吴惨，但没有人知道朱氏小姐能够坚持到什么时候。而出入无限城的炭治郎，因为没有落脚点而不断往下坠落，好在富冈及时出现救下炭治郎，并且面对不断涌出拥有下弦实力的恶鬼，炭治郎此时也能够轻易斩杀。而无限城作为吴惨的大本营，众多恶鬼不断向两人涌来，同为师兄弟的两人第一次并肩作战。战斗过后的炭治郎明白富冈先生真的很厉害，仅是通过一些小动作便知道我要出什么招式，而后使出的招式避免两人相互砍刀。与此同时的另一边，心思缜密的吴一郎向刑名询问主公大人的状况。我认为那位大人不会疏忽到让鬼找到，是现身做了诱饵吗？是的，因为知晓自己时日无多，所以主动现身作为诱饵引诱吴惨的出现。知晓一切的吴一郎无比愤怒，在自己被鬼袭击徘徊在鬼门关时，是要在大人一直陪伴在自己的身边鼓励自己，宛若父亲一般的人物，却因为吴惨永远的离开了自己，不仅是哥哥，如今连我们的父亲也一并夺走了。吴惨那家伙，我一定要让他见识一下地狱的风景。不明所以的猪猪虽然不明白为什么突然来到这个地方，可不断冒出的恶鬼却让他逐渐兴奋，正好用这些家伙试一试俺修行的结果。而目标最为明确的善意，在来到这里的瞬间，他便确定那个判出师门沦为恶鬼导致师父自裁的家伙一定就在附近。与此同时的另一边，蝴蝶也终于见到了那只杀害自己姐姐的凶手上弦之二童魔。曾经的蝴蝶亲眼目睹相依为命的姐姐死在自己的面前，并且那个时候香奈会希望自己的妹妹能够离开鬼杀队。虽然知晓自己的妹妹很努力，但香奈会知晓蝴蝶恐怕不是那只鬼的对手，所以香奈会希望蝴蝶能够离开鬼杀队，希望蝴蝶能够像普通女孩那样幸福的活着，希望她能够活到白发苍苍。可满腔愤怒的蝴蝶怎么可能会放过那只杀害姐姐的恶鬼？我绝对不会离开鬼杀队，我一定会为姐姐报仇。告诉我姐姐，那究竟是一只怎么样的鬼？最终在蝴蝶的强烈要求下，香奈会将那只鬼的外貌特征告诉了蝴蝶。那只鬼的武器是一把锋利的对扇，头发像泼了血一般，有着明确的外貌特征，所以在见到童魔的第一眼，蝴蝶便认出这便是杀害自己姐姐的那只鬼。而在蝴蝶见到童魔之时，数位少女早已失去性命，倒在童魔的身边，仅剩的一位少女在见到蝴蝶到来之后，仿佛见到救命稻草一般向蝴蝶求救。见此情况的童魔面对聒噪的少女，选择将其击杀。好在蝴蝶及时出手将少女救下，可让蝴蝶没有想到的是，童魔的攻击比自己更早一步落在少女的身上，亲眼目睹一个鲜活的生命在自己面前被夺取性命。同时蝴蝶已经认出这便是杀害自己姐姐的那只鬼，满腔怒火早已无法压制，蝴蝶恨不得立即将面前的恶鬼斩杀。而童魔却在一旁自顾自地说道，我是万世极乐教的教主，可信徒们共同幸福是我的职责，但孩子我也会将他吃干净的。你是在开玩笑吗？说什么帮大家幸福？难道你看不出来那个少女根本不想，甚至在向我求助吗？可我不是拯救了她吗？我虽然夺走了她的性命，可从今以后那孩子再也不会感受到痛苦难受害怕，因为大家都畏惧死亡，所以我吃了他们，他们会和我融为一体，一起和我度过永恒的岁月。可童魔的想法在正常人看来完全是疯了，自以为是的救世，实际却践行着令人作呕的行径。对于蝴蝶的恶语相向，童魔一时间感到很诧异，再怎么说我们也是初次相见，没必要这么伤人吧？想来你也是因为有什么难过的事情吧？全部告诉我吧，我会认真倾听的。提及此处，蝴蝶心中的愤怒再也无法压制，什么难过不难过的？你还记得这件羽织吗？是你杀害了我姐姐吧？往日的记忆再次被提起，童魔想起了那日遇见的使用花枝呼吸的少女，那是个非常温柔可爱的孩子，我本来是想把她吃掉的，可惜因为太阳出来了，实在是太可惜了。而未等童魔说完，蝴蝶的利刃便贯穿童魔的双眼，真是厉害的突刺，用手都没能挡下来呢。可突刺所造成的效果微乎其微，蝴蝶所造成的伤害瞬间便完成了恢复。可作为毒师的蝴蝶本就不是凭借剑术将恶鬼斩杀，正当童魔得意洋洋之时，蝴蝶此前注射到童魔体内的毒素终于开始生效。可即便如此，毒素所造成的效果也仅仅持续了数秒的时间，童魔的身体便完成了对毒素的分解。同时童魔注意到蝴蝶的日轮刀在每次收起来之时都会发出特殊的声响，想必是在改变药物的调和比例吧。而毒素快速的被童魔分解也在蝴蝶的意料之内，毕竟他可没有天真的认为仅凭这样的手段便能将位列上弦的强大敌人击败。重铸蝴蝶忍，他是九柱中唯一一个不依靠剑技便能将恶鬼歼灭的剑士。虽身材娇小，却凭借对药物的理解，他所研制出的紫藤花药物瞬间便能让恶鬼灰飞烟灭。而始终保持微笑待人和善的他，心中却隐藏着无法压制的怒火。年幼之时的蝴蝶也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并且他坚信那样的幸福会永远的持续下去。可直到那天，恶鬼闯入我的家中，双亲倒在我的面前之时，我才知晓，幸福也需要强大的实力去守护。
正当我和姐姐即将惨遭毒手之时，刑名追寻鬼的踪迹来到了这里，将恶鬼斩杀，救下蝴蝶姐妹两人。从那一日起，姐妹两人相约一起变强，一起斩杀更多的鬼，不再让更多的人遭受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一切。可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只找苦命人。相依为命的姐姐在一次执行任务的途中被鬼杀害，可即将离世的姐姐却希望蝴蝶能够离开鬼杀队。香奈会希望蝴蝶能够像普通女孩那样幸福，一直活到白发苍苍。自己的亲人相继被鬼夺走了性命，蝴蝶怎么可能离开鬼杀队？她希望姐姐能将那只鬼的外貌特征告知自己。香奈会本并不想告诉蝴蝶，因为她知晓蝴蝶恐怕不是那只鬼的对手。可在蝴蝶的强烈要求下，香奈会终究是说出了那只鬼的外貌特征。她的武器是一把锋利的对扇，头发像泼了血一般。而在无限城中，蝴蝶终于遇见了那只杀害自己姐姐的凶手，位列上弦第2席位的强大敌人童魔。是亲之仇，蝴蝶与童魔之间的战斗拉开序幕。可随着蝴蝶一次又一次将紫藤花药物注射到童魔的体内，即便不断改变紫藤花药物的调和比例，毒素对童魔的影响也越来越弱。而身为人类之躯的蝴蝶，高强度的战斗早已让其身心俱疲。蝴蝶不得不感慨，这便是上弦的强度吗？自己的毒素全都不起作用，异常迅速地生成了耐性，并且蝴蝶的肺泡因为童魔的血鬼术而大量坏死，冻结的血化为雾状，再用扇子散播，就连呼吸都伴随着危险。知晓自己的劣势所在，蝴蝶打算用连击在短时间内将大量毒素注射到童魔的体内。可此次的交锋，童魔的攻击同样落在蝴蝶的身上，锋利的伤口几乎撕裂蝴蝶的身体，重铸蝴蝶忍失去战斗能力。面对重伤的蝴蝶，童魔感慨道：“如果你不是用毒，而是能砍断脖子就好了。有那么快速度的你，说不定真的能打赢我。不过你恐怕做不到，毕竟你的个子那么小。”在很早以前，蝴蝶便明白自身的劣势，为什么自己的个子那么小？为什么自己不能再长高一点？如果能够再长高一点，身体上的肌肉也就越多，说不定就能够砍断鬼的脖子，将其击败。姐姐虽然也很瘦弱，但要比我高，真的是好羡慕刑灵先生啊！那个人来救人的话，大家都会很安心。同时，蝴蝶也知晓当时姐姐想要和自己说什么，人可能会输给那只鬼。香奈会本想这么说，可看着一心想要为自己报仇的妹妹，虽想这么说，但又将话咽了下去。而也就在此时，姐姐的身影竟出现在蝴蝶的面前，失血过多，左肺也被砍得很深。此时的蝴蝶几乎无法呼吸，可姐姐依旧让蝴蝶站起来。可那些都没有关系，重铸蝴蝶忍，既然决定打败他，那就去打败他；既然决定要赢，那就去赢，不管付出怎么样的牺牲都要赢。你不是和香奈乎约定好了吗？他还在等你回去。站起来，重铸蝴蝶忍，姐姐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好的。正当童魔靠近蝴蝶，打算将其斩杀之时，重伤之躯的蝴蝶竟奇迹般的再次站了起来。面对再次站起来的蝴蝶，童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这家伙真的还是人类吗？锁骨肋骨都已经被砍伤了，凭你这样的小身板，这样的出血量，就算死亡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每一次呼吸，血液都会流进肺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肯定是超乎想象的疼。不过你别担心，我这就将你击杀，让你摆脱痛苦。而再次站起来的蝴蝶也早已想好了攻击的策略，果然还是要瞄准脖子这一弱点，将大量的毒素注入脖子才有机会获胜。明明是重伤之躯，却爆发出无与伦比的速度。即便是童魔一时间都未能看穿蝴蝶的攻击，躲过童魔的所有反击，最终来到他的面前，日轮刀贯穿童魔的脖子，将仅存的所有紫藤花药物全部注射到童魔的体内。曾经经历过失去至亲之人的痛苦，所以蝴蝶很清楚，只要打败一只鬼就能拯救数十人，而如果能够击杀一位上弦，将会有数以百计的人因此而获救。这不是自己能否做到的事情，而是自己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必须做到的事情。曾经炭治郎敏锐地发觉，蝴蝶温柔的表面下是无法压制的滔天怒火。在目睹姐姐死在自己的面前后，蝴蝶便一直都在伪装自己，她一直都在生气。双亲被鬼杀害，姐姐也因为鬼失去了性命，除了香奈乎以外的所有继子也全部死去。蝴蝶屋的那些孩子，如果不是因为鬼杀害了他们的家人，他们现在应该幸福的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而面对依旧迅速将自己毒素分解的童魔，蝴蝶简直要气死了。为什么毒素对这家伙就是不起作用啊？发出最后一击，再也无法行动的蝴蝶被童魔紧紧地抱在怀中，由衷的夸赞蝴蝶实在是太厉害了，我真的很感动，这么弱小的女孩子竟如此能干，没有姐姐的才能却依旧坚持猎鬼到现在，你没有死掉简直就是奇迹。虽然你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可将徒劳贯彻到最后的愚蠢，这就是人类意志最为出色的地方。你很适合被我吞噬，与我融为一体，一起度过永恒的岁月吧。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会听你说的。蝴蝶虽已无力反抗，可心中的怒火没有丝毫的锐减。你这家伙就和我一起下地狱去吧。即便超越肉身的极限发动最后一击，蝴蝶最终还是面临被童魔吞噬的命运。而也就在此时，香奈乎同样来到了这里。面对来到这里的香奈乎，蝴蝶立即将童魔血鬼术的特性告诉香奈乎。当蝴蝶传递完最后的信息，日轮刀也从他的手中脱落。面对在自己面前失去生命气息的姐姐，怒火几乎将香奈乎吞噬，毫不犹豫地对童魔发动攻击，想要从童魔的手中夺回姐姐的躯体。而童魔在轻易躲过香奈乎的攻击后，不断挑衅
香奈乎，我正忙着吸收呢，请你不要过来打扰我。怒火几乎将香奈乎吞噬，但他也没有贸然上前，面对自己的挑衅也没有攻击自己。童魔知晓，仅是一瞬间的功夫，蝴蝶便将自己的能力告知了香奈乎。然而这一切在童魔看来不过是白费功夫，并且想到今天的夜晚可真是不错，上等的美味一个接着一个的送上门来。而好不容易获得幸福的香奈乎无比愤怒，茫然地认为喜欢的人或是重要的人明天都会活着，但这不过是自己的心愿，又不是绝对会实现的事情。与此同时，童魔感受到伊窝座的气息从无限城中消失，并且童魔感受到伊窝座在消失前的气息很是奇怪，仿佛伊窝座阁下变成了某种别的生物，不过已经死去也就没有办法了。说起来我好像还没问你的名字呢，我是丽花落香奈乎，是蝴蝶香奈会和蝴蝶忍的妹妹。得到这个回答的童魔很是诧异，毕竟从肉质上来看你们并不是血亲，但对童魔来说都无所谓，反正年轻的女孩子大多都很美味。说到女孩子，伊窝座阁下会输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伊窝座阁下绝对不吃女人，我和他说过，女性体内的养分更多，如果能够大量吞噬的话就能尽早变强，可伊窝座阁下非但不吃，甚至从来不会对女性出手，而那位大人最后竟然默许了，可如今他居然死掉了，我实在是太伤心了，毕竟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啊。而香奈乎却毫不犹豫地戳穿了童魔的谎言，你这家伙就不必满口谎言了，你口中所说的一切全都是一派胡言，你并没有感受到丝毫的悲伤吧？口口声声说自己最好的朋友死了，可你的脸色完全没有丝毫的变化，脸上的血色既没有褪去，也没有因为愤怒而充血。童魔虽然辩解因为自己是鬼，可香奈乎很清楚，鬼的瞳孔虽然会一直湿润不需要眨眼，可血液和人类一样循环的，所以脸色会发生变化。我的姐姐香奈会在临死前说过，她很同情你，因为你这家伙什么都感受不到吧？在这个世上出生的人类，理所应当的能够感受到喜怒哀乐等不同的情绪，然而这些你都无法理解吧？不过你很聪明，用撒谎来掩饰自己的秘密，为了不暴露自己毫无波澜的内心，佯装欢颜假充悲痛。对你来说，不管是开心欢乐的感情，还是痛苦难过的心绪，对你来说都是空空如也的一片虚无，真是个滑稽像笨蛋一样的家伙。所以你这家伙究竟是为了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啊？童魔的面色变得无比阴沉，迄今为止我和相当数量的女孩交谈过，可像你这么坏心眼的孩子还是头一次。为什么你要说出这么过分的话？你还不明白吗？因为我非常的讨厌你，恨不得立刻砍下你的头颅送你下地狱去。你如今的表现让我不得不修正之前的一句话，你的脑子似乎并不好使，所以你还是趁早死去吧，毕竟你的存活一点价值都没有。而也就在此时，童魔的攻击瞄准了香奈乎的脖子，然而香奈乎不仅躲过了童魔的攻击，并做出了反击，一次又一次的攻击却相继被香奈乎躲过，反应速度的不断变快。童魔意识到香奈乎已经开始适应自己的战斗节奏，并且他并没有吸入扇子散落的粉末结晶，即便那个手语是让他不要吸入，可在这岌岌可危的战斗中，想要不吸入也是极其困难。短暂的交手，童魔便意识到面前的少女说不准比自己刚吃掉的柱还要强。身为继子的香奈乎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反应速度的增快，日轮刀不断在童魔的身上留下伤口，并且在这样高强度的战斗中，香奈乎没有吸入丝毫童魔扇子所洒落的粉末结晶。短暂的交手让童魔很快的意识到，面前少女的实力说不准比自己刚刚吃掉的柱的实力还要强。而与童魔的短暂交手，香奈乎同样意识到位列上弦的敌人是何等强大，身体无法抑制的毛骨悚然。如果不是连指尖都蓄力绷紧，全身都会因为战力而失去战斗能力。可面前的家伙相比，自己此前所击败的鬼全部与婴儿无异。然而失去至亲的这份盛怒让香奈乎站稳了脚步，身体像灼烧般炽热，喉咙深处滚滚沸腾，令人想要大喊的愤怒感简直让人无法忍受，身体仿佛都要四分五裂一般。这是香奈乎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眩晕，而这份超越愤怒的情感是憎恨。不断使出的连击却轻松被童魔拦下，可童魔很快便发觉到了违和感，自己的攻击似乎每次都被面前的少女勉强躲过。然而丰富的战斗经验很快便让童魔意识到，面前少女的眼睛十分特殊，通过观察自己身体的细微动作，从而预测自己的攻击轨迹，所以即便自己加快攻击的速度，也都会被其躲过。知晓一切问题所在，童魔的攻击很快便瞄准香奈乎的眼睛，只要将他的眼睛废掉，自己便能轻松获得胜利。然而千锤百炼的身躯，即便童魔的攻击刻意针对香奈乎的眼睛，香奈乎依旧凭借自身的实力将童魔的攻击相继躲过。然而童魔的血鬼术十分难缠，不仅不能将其吸入，还要避免寒气对身体造成的冷冻效果。显之又显的躲过攻击的香奈乎很清楚，刚才如果不是自己及时闭上眼睛，自己的眼球怕是已经被冻伤。然而童魔的血鬼术攻击层出不穷，不仅有着大范围的群体攻击技能，并且有着针对敌人的远程攻击手段，近战实力超强，并且有着法攻技能。上弦之二童魔几乎是不可战胜的敌人，并且为了躲避童魔的攻击，香奈乎距离童魔的距离越来越远。下一刻，童魔的身影消失在香奈乎的视野中。当童魔再次出现之时，香奈乎难以置信，日轮刀竟从自己的手中消失。童魔以香奈乎都无法察觉的速度将日轮刀从他的手中夺走。面对失去日轮刀的香奈乎，童魔再次使用大范围群体攻击技能。面对如
如此密集的攻击，香奈乎只能仔细观察，寻找能够把伤害降到最低的地方。而也就在这无比危机的时刻，伊之助终于来到战场，轻松击破童魔的攻击，将香奈乎救下。来到战场的伊之助仔细观察童魔的眼睛，当他看见童魔眼睛中的数字2后，无比兴奋。你这家伙就是上弦之2吧？只要打败你，我就是柱了。我要是成为了柱，是叫野兽柱还是猪柱呢？香奈乎，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呢？当伊之助看向香奈乎之时，才发现此时的香奈乎早已遍体鳞伤。面对受伤的伙伴，伊之助很是焦急：你是怎么搞得浑身是伤的？要是被人看见的话，他一定会大发雷霆的。可对上香奈乎那无比悲伤的目光，即便是神经大条有些迟钝的伊之助也明白，忍战死了吗？而一旁的童魔却在此时说起风凉话：他可并没有死哦，他会永远的活在我的体内。我吞噬的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是被我拯救了。从今以后，他们既不会痛苦与难过，与我融为一体度过永恒岁月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哦。伊之助的脑海中浮现出蝴蝶为自己疗伤的画面，他总感觉自己和蝴蝶在哪里见过。本想下次见到蝴蝶之时询问这件事情，却没想到如今得知的是蝴蝶死亡的消息，愤怒的情绪已经无法压制。此时的伊之助只想将面前的家伙送入地狱。这绝对是伊之助最为愤怒的时刻，因为那个对自己非常温柔的蝴蝶，在这场战斗中永远的离开了。伊之助曾觉得自己在哪里见过蝴蝶，他本想下次见面时问蝴蝶，没想到再次得知蝴蝶的消息时，两人却已是天人永隔。如今杀害蝴蝶的凶手近在眼前，伊之助一定要让他见识一下地狱的风景。不曾经历过系统的训练，生活的环境让伊之助领悟了属于自己的呼吸法。明明是乱七八糟的招式，却在柔韧身体的加持下，让伊之助足以应对上弦的强大敌人，并且在此次的交锋中，伊之助在童魔未曾反应的情况下拿回了香奈乎的日轮刀。日轮刀出现在伊之助的手中，让童魔很诧异，因为他竟没有注意到日轮刀是什么时候被拿回去的。如此有趣的家伙吸引了童魔的兴趣，主动来到伊之助的身边展开近身搏斗，却没想到被肉身机动性更强的伊之助一脚踹飞了出去。面对落入下风的童魔，伊之助乘胜追击，可在伊之助挥动日轮刀之时，童魔远在攻击范围之外，不曾躲避的童魔没有想到远超攻击范围外的距离，可那家伙的攻击为何还是落在了自己的身上？原来伊之助是通过卸下自己的关节来延伸攻击的范围。面对如此情况的香奈乎很是担心，把手臂卸下来的话之后要如何战斗呢？却没想到下一刻伊之助便将卸下的关节恢复如初。当伊之助还在吐槽自己新招式的精度不够，明明瞄准脖子却还是打偏了，一旁的香奈乎早已震惊得无以复加，这真的是人类能够做到的事情吗？面对伊之助的神奇操作，童魔感觉这家伙从头到尾都是乱七八糟的，那样直接让关节复位不会疼吗？我活了很久也见过很多人，可像你这样的孩子还是第一次遇见。那当然了，我伊之助大人和那些滥竽充数的家伙可不是一个档次的。而伊之助的话语还未说完，他的头套便被童魔夺取。而见到伊之助面具之下的面庞，童魔意识到这张脸自己似曾相识。可童魔的话语在伊之助看来简直是一派胡言，自己可不记得有见过你这个家伙。因为伊之助始终认为自己曾经在哪里见过的人是人，每次见到他，伊之助都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他本想在下次见面之时问蝴蝶，却没想到如今再也没有了机会。与此同时的另一边，童魔也找到了那段许久之前的记忆，那是15年前的一个雪夜，一个抱着婴儿的少女来到了万世极乐教，因为每天遭到丈夫的殴打，而童魔创建的万世极乐教会保护这些可怜人。初见之时，她的脸肿得面目全非，无父无母无人依靠也无处可去的她被童魔收留。虽然一只眼睛因为毒打而失明，不过脸麻在治疗之后便恢复如初。我有印象的，那是个非常漂亮的孩子，那张脸和你一模一样，不过要更加柔美，表情也更加温柔。我想她一定就是你的母亲。其实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打算吃掉你的母亲，毕竟有个兰心慧智的人放在身边，自己的心情也会变得很好。可惜你的母亲并不聪明，不过人长得很美，歌声也很动听，她经常抱着你唱着拉勾利式的歌。尘封已久的记忆被再次提起，伊之助恍惚间见到一个十分温柔的人对自己说道：让我来守护你吧，直到你长大成人为止，都靠妈妈一个人来守护你吧。抱歉伊之助，虽然你会很寂寞，但妈妈会连爸爸的份一起加油，好好守护你的。就算赌上性命，妈妈也绝对会守护伊之助的。本来我打算直到他寿终正寝都不吃他的，然而你的母亲秦叶虽然脑袋有些迟钝，可感觉却非常的敏锐。我吃信徒的事情终究还是被他发现了，即便我如何解释，他也不能够理解我的善行，于是就责骂唾弃我，不停的说我过分，说我是骗子，随后便飞奔离开了我的寺院。逃离途中的秦叶很是后悔，带着伊之助来到了这里，没想到自己是刚出狼窝又入虎穴，并且在夜晚的森林中，秦叶很快便迷失了方向。最终秦叶来到了悬崖边，无路可逃的他很清楚，这样下去自己和伊之助都会死去。热泪盈眶的秦叶做出了决定，将伊之助抛下悬崖博取一线生机，而伊之助也因为母亲的决定侥幸的活了下来。得知一切真相的伊之助终于知晓，自己的母亲从来都没有抛弃自己。一旁的童魔还在
在自顾自地说道：“我将他连骨头都不剩的吃掉了，就算回家也会被殴打。一个人又束手无策，最终不过是母子两人暴尸荒野。秦叶还真是命途多舛啊！话说他有过幸福的时刻吗？还真是毫无意义的人生啊！”而得知一切真相的伊之助也很庆幸，这种因缘际遇还真是奇迹，把自己同伴和母亲杀害的鬼如今近在眼前，自己好在有机会为他们亲手报仇，还真是谢谢你让我回想起了一切。作为回报，我一定要让你见识一下地狱的风景。一直认为自己是被母亲抛弃的伊之助，在无限城中终于得知一切事情的真相，自己的母亲从未抛弃自己，并且母亲最喜欢的便是伊之助，而自己的母亲是为了保护自己才死在了童魔的手中。如今杀害母亲的凶手近在眼前，伊之助一定要让童魔见识一下地狱的风景。对于伊之助的经历，童魔很是惊讶，从小被野猪养大的你竟也能言识字，不过你好像还学了一些谬论。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天国和地狱，那些不过是人类空想虚构出来的故事。现实中活得正直善良的人也会惨遭无情的变故，反观那些为非作歹的恶人，却能逍遥度日，不劳而获。天罚虽久盼无望，但至少能够宽慰自己。恶人陛下地狱不过是人们的幻想，而深知这一切真理的我愈发觉得人类真是可悲的生物。如果没有地狱的话，我就创造一个让你下。你这混账不许把我母亲说的那么惨。久违的兴致让童魔想继续和两人玩下去，可随着一窝座的死亡，童魔知晓自己已经不能继续玩下去了。童魔需要尽快将无限城中的所有鬼杀队剑士全部击杀，接下来就让这孩子来做你们的对手吧。童魔利用血鬼术所制造的结晶玉子，能够使用出和童魔强度相同的技能。面对逐渐远去的童魔，香奈乎和伊之助都很着急，虽想将童魔拦下，可仅是面前的结晶玉子便将两人全面压制。而在远去的童魔很是好奇，伊之助似乎也没将自己的血鬼术吸入，那是因为伊之助的皮肤非常的敏锐，能够及早的感知到微量的冷气。知晓一切计划的香奈乎面对即将离去的童魔，虽想设法缠住童魔更久一点，可被结晶玉子压制的他根本无力阻拦。为了将无限城中的剑士全部击杀，童魔随手便在无限城中投放了5只结晶玉子。面对即将离去的童魔，伊之助愈发着急，被本体都没有的家伙完全压制，完全没有机会靠近童魔。想要接近童魔的伊之助却忽视了结晶玉子的攻击。面对受伤的伊之助，香奈乎让其不要着急，冷静下来，再坚持一会就好了。然而掌控全局的童魔不明白，难不成是有什么后手吗？为什么再坚持一会就可以了呢？而也就在此时，童魔的肉身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开始溃败。蝴蝶此前注入童魔体内的紫藤花药物终于开始生效，实力强悍无比的童魔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肉身竟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开始溃败。蝴蝶此前注入到童魔体内的毒素早已被分解，然而童魔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肉身被童魔吞噬本就是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原来早在重铸集训期间，蝴蝶便将自己的计划告知了香奈乎。蝴蝶表示自己很想和香奈乎并肩作战，可击败童魔的首要条件便是自己被童魔吞噬。得知蝴蝶计划的香奈乎立即表示，只要一起战斗的话，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然而蝴蝶立即便打断了香奈乎这天真的想法。上弦的强大实力至少需要3位柱才能与之匹敌，而根据从姐姐那里所获取的情报，那个上弦之2的鬼似乎对吞噬女性异常执着，所以体能高强，拥有优秀肉体的柱，并且还是身为女性的我一定会被她吞噬。现在我的体内从血液到内脏都充斥着紫藤花的毒素。香奈乎立即表示自己也可以这么做，然而从时间上已经来不及。蝴蝶是经过1年以上不断摄取紫藤花药物才达到如今的效果，并且蝴蝶是这个尝试的最初受验人，不知道今后会产生何种副作用，也不知道这个办法对上弦或是鬼武师无惨是否有效。蝴蝶日轮刀每次最多只能注射50毫克的毒素，可若是自己能够被那只鬼吞噬，将是我37千克的全部体重，约是致死量的70倍。可即便如此依旧不够保险，即便是赌上性命的毒也不一定能够击杀上弦，至少主公大人认为不行，所以即便是毒素开始生效，香奈乎你也不要丝毫大意，最保险的办法还是将其砍下首级。姐姐我一定会将鬼弱化的，到时候香奈乎你就趁机砍下鬼的脖子。肉身开始溃败的童魔怎么也不能理解，虽然知晓这绝对是蝴蝶的毒，可童魔并没有感觉到毒素的扩散，并且因为童魔的实力被大幅度削弱，失去童魔力量支撑的结晶玉子开始崩坏。知晓一切计划的香奈乎立即明白，姐姐的毒素终于起作用了，现在便是砍下童魔首级的最佳时机，抱着必杀童魔的决心向前冲去，自己绝对不能让姐姐白白牺牲。而就当两人来到童魔面前想要将其斩首之时，童魔却使出了更为强大的血鬼术。香奈乎没有想到，被削弱的童魔竟还能使出如此强大的招式，不仅攻击十分强劲，冻结的空气充斥大范围的空间，若是吸入则无法战斗，可此时退去将会给童魔恢复的时间。不过香奈乎很快便发现，这个血鬼术的精度十分粗糙，是迫不得已黔驴技穷之下使出的最后手段，而这也让香奈乎知晓自己该用那招了。虽然蝴蝶曾告诉香奈乎，如果用了那招的话，香奈乎可能会失明。香奈乎不明白姐姐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明明连自己性命都在所不惜的人，却还在担心自己的视力。对于香奈乎而言，她也想守护自己的姐姐，哪
哪怕为此付出性命也在所不惜。面对斩杀童魔的最佳机会，香奈乎终于用出花之呼吸中之形彼岸珠眼，轻松躲过童魔的所有攻击，来到他的面前。可就在即将斩杀童魔的最后时刻，香奈乎的身体却被童魔的血鬼术冻伤，早已因为毒素而腐烂不堪的脖子，香奈乎轻易便能将其斩首。可冻僵的身体此时却无法移动分毫。好在一旁的伊之助瞄准时机，将自己的日轮刀投掷出去，停滞的日轮刀再次向前移动，终于砍下上弦之二童魔的首级。他是纯粹的恶人，没有丝毫值得洗白的剧情。年幼之时的童魔有着彩虹般的双眸，他的父母认为童魔是个特殊的孩子，一定能够听见神明的声音。童魔的父母为他创办了万世极乐教，不论何时帮助可怜之人，给予他们幸福是童魔的使命。然而事实上，童魔从未听见过神明的声音，并且在面对蜂拥而至的人们膜拜自己之时，童魔感觉很伤脑筋，甚至怀疑这些对着一个小孩哭诉自己遭遇的大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可等他们说完那些令人无趣的私事，就会低下头求我引导他们去极乐。那一刻，童魔哭了。童魔觉得这些人真的好可怜，因为极乐什么的根本就不存在，那些不过是人类虚构出来的童话，神明和佛祖都不存在。如此简单的道理，这些活了几十年的人却不明白。人一旦死亡，就什么也感受不到，心脏和大脑停止运作，直至腐烂化为尘土。既是生物，便必然如此。自那一刻，童魔的心态开始改变，他想让那些可怜人得到幸福，自己一定就是为此而诞生的。而在无限城决战中，将蝴蝶吞噬的童魔的肉身终于开始溃败，并且在香奈乎和伊之助的努力下，终于成功将上弦之二童魔斩首。而直到被斩首之时，童魔都难以置信，自己竟真的被这些弱小的家伙击败，自己竟败给这样的杂碎，被那种无力斩断脖子连剑士都称不上的毒士，和一个剑术基础都没打牢的家伙击败，如此轻易的死亡，自己也太凄惨了吧！明明我的一生都在为世人鞠躬尽瘁。不过童魔很快便意识到，自己也许并不会死亡，自己也许也能像无惨大人那样，毕竟伊窝座阁下也差点成为那样的存在，自己也一定可以。然而肉身的崩坏并没有随着童魔的想法而停止，童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这次会死，毕竟自己什么都感受不到，既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对战败的不甘，毕竟自己一向如此。即便是面对将父亲杀害的母亲，当他精神失常服毒自尽之时，童魔心中所想也不过是希望他们不要将房间弄脏。自20岁时成为鬼，如今存活了数百年的时间，可人类的情感对于童魔来说终究是无关痛痒的幻觉。而死去的童魔竟再次见到蝴蝶，见到童魔死去的蝴蝶，觉得实在是太好了，这样的话我也就能够安心离世了。你是小忍还是香奈会，你就不用记得我和姐姐的名字了，毕竟被你叫名字还是蛮恶心的。童魔此时感慨蝴蝶的毒还真是厉害，在传遍全身之前自己都没有发现，这个毒是我和身为鬼的朱氏小姐共同研制出来的。如果可以，我真的想用自己研制的毒将你葬送，但如今这个结局也还不错，虽然鬼的始祖依旧存在，但一定不要紧的。我坚信同伴之中一定有人能够完成任务。而也就在此时，童魔竟感觉那本已不存在的心脏似乎又开始跳动，这就是所谓的真爱吗？小忍真是可爱呢，原来这种感觉真实存在啊！难道天国和地狱也并非杜撰？我说小忍，你要不要和我一起下地狱？你还是自己去死吧，你这下三滥。现实中的伊之助很开心，自己终于报仇雪恨。曾经三小只有讨论过自己的母亲，伊之助认为是母亲不需要自己，所以将自己遗弃。被遗弃的善意明白父母大概有什么难言之隐，否则也不会在自己小被子上面留下名字。然而伊之助并没有对于母亲的记忆，没有记忆就等于不存在。那时候的炭治郎告诉伊之助，我想伊之助的妈妈一定最喜欢伊之助了。如今得知一切事情的真相，伊之助也终于知晓，自己的母亲从未抛弃自己，母亲最喜欢的便是自己。一旁的香奈乎捡起了姐姐们的遗物，曾经在香奈会姐姐死亡的时候没能哭出来的香奈乎真的很自责，明明大家都在哭，香奈乎的内心虽十分动摇，却依旧哭不出来，全身直冒冷汗，却依旧流不出眼泪。但谁都没有责怪香奈乎，大家都很温柔地对待香奈乎，所以香奈乎拼命在心中寻找借口，哭了可能就会被拳脚相向，连拖带拽的被按进水里，不仔细观察对方的动作就可能被打中要紧的地方，翌日便会有几位兄弟变得全身冰凉。香奈乎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一直忍着不哭。真的对不起姐姐，但这次我做的不错吧？就像姐姐说的那样，好好珍惜同伴的话，同伴就来帮我了，仅凭我一个人是无法做到的，但是同伴赶来了。而就在此时，香奈乎恍惚间见到了两位姐姐的身影，并且在那个世界，香奈乎见到自己的两位姐姐终于与家人重聚。初见之时毫无还手之力的炭治郎，如今在无限城中再次与伊窝座相遇。面对来自伊窝座的迅猛攻击，炭治郎不仅成功躲避，并且砍下了伊窝座的手臂。虽然伊窝座瞬间完成手臂的再生，并对炭治郎再次发动攻击，可炭治郎依旧成功躲避攻击，并且在伊窝座的身上留下伤口。目睹一切的富冈无比震惊，炭治郎的招式锤炼的大幅增强，面对上弦之三依旧如此善战，那份实力说是能够达到助也丝毫不为过。那一日在雪中绝望垂着头，只能一边流泪一边为妹妹求饶的你，如今变得有能力去战斗了。为了不让生命和尊严被随意剥削，短暂的交手后，伊窝座也不得不承认信受郎曾说的话，这位少年并不弱，
不要侮辱他。如今的你的确不算弱，那我也稍微认真点以示敬意吧。作为战斗狂魔的一窝座总能从战斗中获取乐趣，并且至今他已经有50年没有遇见过水柱了。当富冈使出自己的独创招式，一窝座的兴致被再次提高。这是此前一窝座所遇见的水柱不曾使用过的招式。在富冈与一窝座战斗之时，一旁的炭治郎找准时机瞄准了一窝座的脖子。可当日轮刀砍下之时，一窝座的身影早已从炭治郎的视野中消失。再次出现的一窝座已来到炭治郎的身后，并且此时的炭治郎已来不及阻拦。好在富冈及时出手砍下一窝座的手臂，将炭治郎救下。然而在上弦的强大恢复能力下，被砍下的手臂瞬间便恢复如初。当炭治郎瞄准一窝座的下盘进行攻击之时，与富冈对战的一窝座同样注意到了炭治郎的动作，瞬间做出反应，对炭治郎的攻击进行拦截，并且仅仅只是被一窝座的攻击擦到，炭治郎便遭受重创。与富冈对战的一窝座十分开心，久经锤炼的剑技实在是太棒了，报上你的名字，我要将它记下来。我可没有什么能给鬼报的名字，而且我不喜欢说话，你就别和我搭腔了。你不喜欢说话吗？但我喜欢，不论多少次我都一定会问出你的名字。随后下一刻，富冈便被一窝座的攻击一脚踹飞了出去。面对被踹飞出去的富冈，焦急的炭治郎叫出了富冈的名字。而此时一窝座已来到炭治郎的面前。原来那家伙叫富冈吗？虽然轻松将炭治郎打飞了出去，但一窝座依旧毫不吝啬地夸赞炭治郎，没想到你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锻炼到如此程度。话说回来，杏寿郎干的真是不错，那晚倒在地上的你完完全全就是个弱者，但现在的你有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成长，我是纯粹的开心雀跃。杏寿郎那晚死掉真的是太好了，不然今后也不会变得更强，仍是人类的样子，还带着令人痛心无聊的价值观。自己所敬重的炼狱大哥被侮辱，炭治郎无比愤怒，不允许你侮辱炼狱先生。我想你理解错了，我是在称赞他。可在炭治郎看来，一窝座的话语完全是在侮辱炼狱大哥。你理解错了，炭治郎，我讨厌的只有弱者，我只会朝着弱者吐口水，看到弱者就会感觉恶心反胃，他们被淘汰是自然的道理。可在炭治郎看来，此时一窝座还站在这里，便说明他所说的一切全是错的。出生的时候大家都是弱小的婴儿，没有人帮助就活不下来。一窝座你也是一样的，你可能没有记忆，但还是婴儿时期的你肯定是被人保护才活到现在的。强者要去保护弱者，然后弱者便强去帮助比自己更弱的人，这才是自然的道理。一窝座，我不会原谅你的想法，也绝不会让你继续肆意妄为。曾经的一窝座以为是炭治郎太过弱小，所以自己才讨厌他。可如今在无限城中与炭治郎再次相遇，一窝座才知晓自己是从生理上接受不了炭治郎，两人持有着完全不同的理念。厌恶弱者的一窝座，仅仅只是看到弱者便会觉得恶心反胃。可在炭治郎看来，强者应该保护弱者，弱者变强再去保护更弱的人。并且一窝座，你现在还站在这里，便说明你说的全是错的。刚出生的你弱小无比，那时的你一定是在他人的保护下才活到了现在。两种不同理念的碰撞，炭治郎的话语在不断扰乱一窝座的神经。此时一窝座也终于明白，自己并不是因为炭治郎是弱者所以才感到不快。如今炭治郎的实力早已得到显著增强，可一窝座对炭治郎的厌恶感没有丝毫的减弱。炭治郎的眼睛、声音以及话语，全都像用锉刀一样从一窝座的脏腑内侧切割一般。而就在此时，一道跨越数百年的声音再次回响在一窝座的耳畔：不管做什么，大家一开始都是婴儿，是靠着周围人的帮助与不断的学习才变得强大起来，没有必要和别人相比。你战斗的对手永远只有自己，只要今天的自己比昨天变得更强，如此10年、20年的坚持下去的话就很出色了，然后就轮到你去帮助其他人了。令人心烦的话语，一窝座下意识地向身后挥出拳头，可在炭治郎的视野中，一窝座的行为十分怪异，为什么他要向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挥拳？炭治郎的话语与曾经师傅所说的话语何其相似，而这也让一窝座更加厌恶炭治郎。再次发动攻击的一窝座毫不留手，并且一窝座的攻击不仅快得无法形容，让炭治郎更加震惊的是一窝座攻击的准确度，仿佛是受到吸引一般精准地指向自己，并且面对一窝座的强势出手，即便预测到攻击的位置并及时进行格挡，可因为攻击的威力过大，即便接下攻击却依旧遭受重创。在与一窝座的战斗中，炭治郎发现一窝座每一次攻击的招式都无比精准，仿佛是像罗盘一般准确地朝着破绽而来，对人体的弱点发动攻击，像是被磁针吸引了一样。是对什么起了反应，还是被什么吸引而来呢？炭治郎想从一窝座此前的话语中推理出一切的真相，可面对一窝座如此强大的对手，炭治郎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进行思考。面对来势汹汹的一窝座，炭治郎需要全身心的投入这场战斗，并且面对炭治郎日之呼吸的招式，一窝座也发现了攻击的奇异，准确避开的刀身像是伸长了一样，在自己的身上留下伤口。在炭治郎进入无限城之时，千寿郎给炭治郎写了一封信，那是千寿郎从历代岩柱之书上所发现的只言片语，那是当时的岩柱与日之呼吸剑士的对话，使用起始呼吸日之呼吸的剑士把和无惨交战时的情况写在了信里。虽然元一的话使那时的岩柱失去了信心，可千寿郎相信炭治郎
郎绝对不会输的，他一定会开辟出通往未来的道路。然而千兽郎的信还未送到，炭治郎与伊窝座的战斗便已拉开序幕。而也就在此时，伊窝座仅用双手便抓住了炭治郎的日轮刀。被抓住日轮刀的炭治郎立即便意识到，伊窝座想要将自己的日轮刀折断。面对如此危机的情况，炭治郎立即使用自己的头锤攻击。可不论炭治郎进行怎样的努力，伊窝座都不曾放开日轮刀。就当炭治郎的日轮刀即将被折断之时，一道斩击砍下了伊窝座的双手。此前被踹飞出去的富冈再次回到战场。回到战场的富冈非常的生气，竟然把我踹得那么远。游走于生死边缘的战斗，水柱富冈义勇终于成功觉醒斑纹。曾经的富冈极力避免抽刀出鞘，也不喜欢像玩闹一样不分对手的过招。可在与伊窝座的战斗中，久违的遇到了能够力挫自己的对手，封闭的感官被完全唤醒，被强行拽到强者所在的战场。富冈也终于明白，所谓生死攸关的战斗究竟能使人的实力提升多少。觉醒斑纹再次回归战场的富冈，无论是攻击的速度和威力都有了显著提升。虽然在炭治郎的眼中，两人的速度都非常的快，可伊窝座瞬间就适应了富冈提高后的速度。炭治郎很清楚，如果两人之间的战斗变成拉锯战的话，这对不可能永远保持体力的人类非常不利。说到底，他们此行的最终目的是打败无惨，不可能花费1个晚上的时间来对付伊窝座，并且不知道朱氏小姐还能坚持多久，自己必须尽快想到办法击败伊窝座。而富冈重返战场也让炭治郎有了思考的时间，为什么伊窝座的攻击像磁针一样准确？为什么从后背和死角的攻击依旧会被察觉？而也就在此时，炭治郎想起伊窝座曾对炼狱说的话：“你的斗气久经锤炼，已接近至高领域。”在和炼狱先生的战斗中，伊窝座曾用了斗气这个词，可斗气究竟是什么？也许就像我靠气味感知东西一样，伊窝座也能靠斗气感觉到什么吗？曾经的伊之助曾告诉炭治郎，被敌人盯上的话，自己的身体就会有刺痛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伊之助你才能发觉继父太郎的攻击啊。那是当然，我身体的皮肤比一般人要强吗？不管是从背后袭来的攻击，还是盯着我的视线，都会被我发现。随后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吹牛，伊之助便让炭治郎盯着自己的后背，并且正确的说出了炭治郎所看的位置，并且伊之助表示，尤其是那种带着杀气瞪着我的家伙，瞬间便会被我察觉，因为想要加害自己的家伙很危险啊，杀气会狠狠地刺向我的皮肤。曾经的记忆浮现在眼前，伊之助也是靠灵敏的皮肤便感知到了肉眼所看不见的东西，但灵敏的皮肤也有无法察觉的地方。如果那个人没有带着杀气或者是恶意的话，伊之助就很难察觉到对方的存在。伊之助不由想起那个非常可怕的老太太，她总是能够不知不觉间端着饭团来到伊之助的身后，所以伊之助就想，如果自己能够完全隐藏自己的杀气，就算靠近敌人也不会被发现，那样的话就没有自己无法击败的家伙了。在炭治郎看来，那个婆婆是因为没有加害之心，所以才能接近伊之助，而与鬼战斗的话，不发出杀气的话，根本无法将其斩杀。伊之助也同样意识到这个缺点，毕竟没有杀气的软脚虾攻击根本不可能砍断鬼的脖子。从此前的对话中，炭治郎感觉自己抓住了某种核心。假设伊窝座是依靠斗气进行战斗，可斗气与杀气不同吗？是想战斗的意志锻炼的时间还是质量呢？如果斗气是和我依靠气味来预测动作相似的东西，那是否有办法能够扰乱伊窝座战斗的罗盘呢？在经历短暂的思考后，炭治郎再次回归战场，可明明是从伊窝座无法察觉的地方进行攻击，可炭治郎的攻击依旧被伊窝座拦截，并且此时炭治郎的身体毫无防备地暴露在伊窝座的视野下。然而那本不可能躲避的攻击却被炭治郎成功躲避。而也就在此次的交锋中，炭治郎终于想起来自己曾见识过那不可能的至高领域。他是炭治郎的父亲灶门炭十郎，同时也是这个时代最先掌握通透世界的人。在炭治郎的记忆中，父亲在感情上没有起伏，总是很沉稳，即便是重病将死之时也没有丝毫改变。年幼之时的炭治郎很好奇，爸爸在跳火之神乐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灶门家代代相传的神乐舞会在每年年初举行，从日落一直跳到天明，非常的苛刻，要将总计12种五行重复千百次，直至天明。因为担心父亲的身体，所以炭治郎提议来年由自己代替父亲来跳神乐舞。不过父亲从未因为跳神乐舞而感到吃力，虽然很不可思议，但这就是事实。从你爷爷那里刚学会神乐舞的时候，明明身体比现在更年轻更健康，但却总是喘不过气，非常难受。我想单纯是因为无用的动作太多，重要的是使用正确的呼吸和动作，用最小限度的动作使出最大限度的力量，如此整个世界在眼中便会变得逐渐透明。开始的时候必须牢记动作和感觉，张开五官感知自己的全部身体形状，直至每根血管。此时真的十分痛苦，但只觉得这样坚持下去也只会陷入死胡同。等记住并吸收许多重要的东西之后，再删除不必要的东西，留下那个动作所必须的东西，其他的则全部封闭起来。久而久之，体内的血管和肌肉的闭合会像眨眼一样迅速简单的完成，那时光明就会出现，道路也会开辟，脑中变得透明，便能看见通透的世界。但那也是竭尽全力拼搏，在历经痛苦之后才能达到的领域。欣喜的炭治郎很好奇自己也能办到吗？如果不懈努力的话，爸爸相信炭治郎也一定能够做到。炭治郎依稀记得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因为附近传出了熊吃人的事件，所以灶门家在周围点燃篝火，还系上挂有铃铛的绳子。那一天父亲叫醒了正在熟睡中的炭治郎，虽然炭治郎很好奇父亲为何这个点叫醒自己，但炭治郎依旧跟着父亲
亲的脚步。在雪地里，炭治郎见到了那只高达9尺的熊，父亲的身影在他的面前显得如此娇小。熊还在绳子的外面，还没有触碰到铃铛，便被父亲察觉到了气息。因为家中并没有猎枪，病弱的父亲仅是拿着一把斧头便与熊面对而立。肚子饿虽然很可怜，但身后便是我的家人，我不可能让你再靠近这边。想伤害我家人的家伙，不管来几个，我都绝对不会手下留情。如果不听警告的话，我便夺走你的性命。那时年幼的炭治郎面对如此恐怖的场景，一时间不知所措。而那头熊因为感知不到丝毫压迫的气息，没有丝毫犹豫地发动了攻击。而当他选择攻击的时刻，炭十郎的攻击同时砍下了他的手机。目睹一切的炭治郎难以置信，仅凭那样的斧头便砍下了熊的脖子。虽然眼睛没能跟上动作，但炭治郎猜测父亲是在一瞬间挥出了2击，并且那个时候父亲的气息没有丝毫动摇，在斩杀熊的前后没有恐惧也没有畏缩，甚至连一丝杀气也没有。那个时候的父亲告知炭治郎不要忘记今天所看见的一切，而直到无限城决战之时，炭治郎才终于知晓，那个时候父亲并不是在炫耀自己的力量，那是能看见通透世界的父亲在身体力行的演示给炭治郎看。明白一切的炭治郎终于知晓自己刚才为何能够躲避伊窝座那本不可规避的攻击，那一击本会完全夺走自己的性命。虽然富冈先生也有出手阻拦，可那个时候富冈先生并没有赶上，只有一瞬间感觉到了，只有一瞬间进入了那个世界。伊窝座的身体在炭治郎的视野中变得透明，并集中一点开始关闭了其他的感觉。趁着富冈先生拖住伊窝座的间隙，炭治郎知晓自己必须尽快掌握着战胜伊窝座的绝技。游走于生死之间的战斗，炭治郎终于掌握武道极致通透世界。进入通透世界的炭治郎对动作的预测以及攻击的回避速度都有了显著提升，自身的肌肉收缩得到更鲜明的把握。炭治郎觉得自己说不准能在关闭伊窝座所能感知的斗气的情况下瞄准他的脖子。与此同时，富冈与伊窝座的战斗也进入最终阶段。富冈身上的伤势越来越重，伊窝座凭借鬼的恢复能力毫发无伤。因为两人之间的实力差距，即便富冈提高自己的攻击强度，伊窝座也会以同样强势的攻击给予回击。攻击的招式也相继被伊窝座看穿。此时的富冈已绝不可能战胜伊窝座，并且因为富冈的招式已被自己完全看穿，伊窝座也不打算继续纠缠下去，强势的出手，仅从侧面便将富冈的日轮刀打断。随后伊窝座的拳头贯穿富冈的胸膛，可就在此时，一道斩击砍下了伊窝座的手臂。那是完全掌握通透世界的炭治郎再次回归战场。而面对回归战场的炭治郎，富冈和伊窝座都意识到炭治郎的不同，必死的局面，富冈没想到自己会被炭治郎救下。同时富冈意识到炭治郎呼吸的声音、头发以及眼睛都发生了变化，而伊窝座全身的细胞都在叫嚣，要立即杀死面前的家伙。再次回归战场的炭治郎现在很危险，听从身体的本能反应，伊窝座立即使用大范围的群体攻击技能，并且无论是攻击的速度还是威力都显著增强。可这样的攻击在进入通透世界的炭治郎眼中无比缓慢。然而富冈即便使出自己的最强招式，也无法将这密集的招式全部回避。而伊窝座也没有想到，面对这样的攻击，富冈也没有死亡。你大可不必像杏寿郎那样死去，你也和我一起变成鬼吧，富冈。然而伊窝座没有发现此时的炭治郎便在他的身后。目睹一切的富冈惊讶地发现，此时的炭治郎竟没有丝毫气息。富冈本以为炭治郎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却没想到炭治郎竟耿直地喊出了伊窝座的名字。虽然炭治郎还活着出乎伊窝座的意料，但不论面对怎样的攻击，伊窝座自信自己的罗针都能感受到，对手的斗气越强，罗针的反应也就越强。可直到此时，伊窝座才发现炭治郎的身上竟没有丝毫的气息。伊窝座本以为自己能拦住，可领悟通透世界的炭治郎的速度超过了伊窝座。炭治郎终于成功砍下上弦之3的首级。进入通透世界的炭治郎终于成功砍下上弦之3伊窝座的首级。能够感知斗气的伊窝座，加之自身的强大实力，他本足以应对战场上的一切变化。可在那一刻，炭治郎身上气息全无。数百年的时间，伊窝座从未见过没有斗气的人类，即便是刚出生的婴儿都有游丝般的斗气，可那家伙在那个瞬间却斗气全无，在伊窝座面前的仿佛不是人类，而是一个毫无生机的树木。自己的感觉发生了混乱，所以面对炭治郎的攻击之时，伊窝座的罗针没有反应。即便在这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这本也不是问题。伊窝座本能立即理解并应对这超出预期的事情，即便是首次发生的异变，伊窝座也本应该能做到。可在战斗中领悟通透世界的炭治郎在速度上超过了伊窝座，数百年的武道精髓被堂堂正正的从正面击碎了，并且从炭治郎的眼中，伊窝座既没有感受到憎恨愤怒，也没有感受到杀气斗气。从炭治郎的眼中，伊窝座看到了自己一生所追求的领域，无我的境界，那是伊窝座隐约间能感受到却始终不曾抵达的领域。然而即便被砍下首级，伊窝座依旧没有放弃战斗，用双手将首级固定在脖子上。我还能战斗，我还没有输。面对想将头接回去的伊窝座，富冈立即投掷出自己的日轮刀。被砍下首级的伊窝座很不甘心，自己绝不能在这个地方结束，自己必须变得比任何人都要强。然而离开身体的首级开始崩溃，
当炭治郎以为战斗已经结束之时，富冈却惊讶地发现，一窝座的身体并没有因为失去手机而开始崩溃，原本的伤口不仅开始闭合，并且在失去手机的情况下，再次对炭治郎发动攻击。早在此前的战斗中，炭治郎的身体便早已达到极限。面对一窝座突然发动攻击，炭治郎虽然成功躲避，但最终还是被一窝座一脚踹飞了出去。炭治郎不明白为什么被砍断脖子还没有死亡，难道是像继父太郎那样吗？可被砍下的手机早已分解。那一刻，炭治郎意识到一窝座正在朝着别的东西改变，他正逐渐变得和无惨一样，想让脖子不再成为自己的弱点。战斗虽还未结束，然而炭治郎再也无法坚持下去，陷入昏迷。面对向炭治郎冲去的一窝座，捡起日轮刀的富冈立即进行阻拦。然而在即便失去手机的情况下，一窝座的恢复速度依旧无比迅速，可身体同样到达极限的富冈根本不是一窝座的对手。可即便一次次被打飞了出去，富冈却依旧一次次站了起来。给我站住，一窝座！如果你想杀炭治郎，那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而也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回响在一窝座的耳畔，有着不屈的精神，不论面对怎么样的困境都不死心。我们虽然不是武士没有刀，但我们的心里是有刀的，我们所能用的只有自己的拳头。正当一窝座觉得这些画面无比碍眼之时，可就在此时，一位少女出现，抓住一窝座的手臂。博志先生，请住手吧。即便被成功砍下手机，可上弦之三一窝座依旧没有死亡，并且在失去手机的情况下，依旧对炭治郎发动攻击。此时的一窝座正在变得和无惨一样，让脖子不再成为自己的弱点。炭治郎因为再次遭受重创陷入昏迷，富冈的身体在这高强度的战斗中同样达到极限，视野越来越窄，即将昏迷过去，左耳已经完全听不见，右手也已经没有知觉，速度逐渐跟不上一窝座的节奏，招式的准确度也在下降。即便依靠呼吸法有了与鬼战斗的资本，可对没有疲惫和负伤概念的鬼来说，富冈知晓自己绝对会死亡。可即便如此，富冈也没有丝毫退缩，自己要将托付在身后的东西传递给后辈，自己绝不会再让家人和同伴死在自己的面前，自己一定要保护炭治郎，就像自己受到别人保护一样。而也就在此时，恋雪竟出现在一窝座的面前，请住手吧，博志先生。失去记忆的一窝座并不记得面前的少女，只希望这少女放开自己，自己必须将他们全部击杀。我必须变得更强，阻碍我的家伙我会将他们全部杀掉。可为什么？为什么你想要变强？因为不变强的话就无法给父亲带回去，不变强的话就不能带着偷来的钱包逃走，遭到报复也赢不了，还会被奉行所捉住判刑。刚出生之时便长出了牙齿，年幼之时的博志被称为鬼之子，可他却是个十分孝顺的孩子。为了给父亲买药的他，因为偷盗再次被奉行抓住。可即便遭受杖刑，在博志看来，只要能将药带回去，一切都值得。可此次被抓的博志却得到了无比绝望的消息，自己的父亲上吊自杀了。父亲知晓博志是个很好的孩子，也知晓是自己拖累了他，选择自杀的父亲希望博志能够重新来过。而父亲的自杀也让一窝座意识到这世界的不公，为什么死去的是自己的父亲？为什么这些狗屁不如的家伙能活着，而我的老爸必须死呢？我从来没有觉得您给我添麻烦了，为什么要道歉？老爸，你又没有做任何坏事啊！就算受到偷盗的刑罚，我也不痛苦。不管是遭受乱鞭挥下，还是被打断骨头，只要是为了老爸，这样的惩罚即便是在承受数百年我也扛得下。遭受病痛折磨的父亲越来越瘦，博志想要给父亲吃些更有营养的东西，自己一定会治好父亲，只要是为了父亲，即便是自己死去也无所谓。而在博志的战斗结束之时，他也遇见了此后影响他一生的男人，因为听说有个孩子快被打死，所以才过来，却没想到这少年竟徒手打败7个大人。你非常的有天赋，不用武器就能赢过大人，真是个让人心情大好的家伙。你要不要来我的道场？我这里一个门生都没有。不过面对他的好意，博志依旧恶语相向。庆藏知晓，面对这正在气头上的少年，自己有必要让他脱胎换骨。瞬间挥出数拳落在博志的面庞上，强势的出手瞬间让博志陷入昏迷。醒来后的博志跟随庆藏回到了道场。我是庆藏，开了一家名叫素流的徒手战斗的武术道场。庆藏希望博志加入自己的道场，并且将照顾自己生病的女儿的重任交给博志。那时的博志很惊讶，把只有女儿一个人在家的房子交给我这个罪人没有关系吗？庆藏表示自己此前已经把罪人的你狠揍收拾了一顿，现在的你已经脱胎换骨，所以没有关系的。曾经的记忆浮现在眼前，炭治郎和记忆中的那道身影如此相像，直面过去的记忆，让一窝座知晓自己为何如此厌恶炭治郎，因为他让自己想起了那无聊的过去。可直到恋雪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之时，博志也终于想起了那值得让自己付出性命去守护的女孩。这是一窝座与恋雪的第一次相见，初见之时，一窝座便确定这是值得自己付出性命去守护的女孩。因为被疾病缠身，博志担任起照顾恋雪的工作，同时恋雪很是抱歉，因为要照顾自己的缘故，博志先生你不能去练习，也不能去玩。一段时间的照顾让博志发现恋雪的身体真的很虚弱，经常需要一个晚上陪在旁边，更换额头上的毛巾和睡衣。因为本就有着照顾父亲的经历，所以博志觉得没有什么辛苦的，并且告诉恋雪不必担心，空闲的时候我会找地方锻炼的，但偶尔也要更换一下心情。今天晚上是烟花晚会。而博志下意识的回答让恋雪震惊，等你头晕好了，我就背你去桥前看，就算今年去不了，明年也还会有烟火的。
到时候我再带你去好了。听到柏芝话语的练雪忍不住的流下了泪水。时间飞速流逝，转眼已经是3年过去，在柏芝的悉心照顾下，练雪已经可以正常的生活。那一天，庆藏郑重的让柏芝来到自己的面前，希望柏芝能够继承这个道场，并且练雪也表示自己喜欢你。得知这个消息的柏芝一时间不知所措，看向那面带羞红的练雪，内心虽十分激动，可他不确定自己能否拥有这份幸福。刺有纹身的罪人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的未来，更别说是会有人喜欢自己的未来。自己或许真的能够像老爸说的那样过上正经的生活，人生说不定能够重来的期待一发不可收拾的膨胀起来。可那时的柏芝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不惜用性命去守护的2人竟惨遭毒杀。那一天，柏芝来到父亲的坟前，将自己要举办婚礼的好消息告诉了父亲。柏芝在日落前就回到了道场，并且在得知消息之前，不好的预感便已经让柏芝汗毛直立。有人在井里面下了毒，因为知晓不论是和庆藏先生还是和你，他们都赢不了。突如其来的噩耗再次打碎柏芝对未来的一切期待，同时他无比后悔，为什么重要之人遭受危机之时自己总是不在身边。在烟火晚会之时，练雪告知柏芝自己为什么会喜欢上他。小时候说和柏芝先生去看烟火的事情你还记得吗？和柏芝先生说的琐事有许多令我开心，就算看不到今年的烟火，明年后年再来看就好了。我自己都没能想象自己明年后年还会活着的未来。我想妈妈也是不想看到我死去，所以才自杀的。我知晓爸爸也在心里的某处放弃了，因为我实在是太虚弱了。但柏芝先生看到了我的未来，就像理所当然一样，还跟我说明年后年。那时候我真的好开心，我有柏芝先生就好了。所以柏芝先生可以和我结为夫妻吗？我当然愿意，我会变得比任何人都要强，我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你。可到头来我不过是逞口舌之快，谁都没能保护。而那次的事件在奉行所留有详细的记载，素流道场的妇女被毒杀，仅存的一位门生袭击了邻近的剑术道场，徒手将道场内存在的67人全部击杀。现场的场景无比骇人，所有的躯体都被碾至不见原形，仅存的女佣也发疯了，因为由于内容太过荒唐，那份记录在过了30年后被当作虚构而废弃。也就在那一日，柏芝遇见了吴彩，因为在没有鬼配置的地方闹出了有鬼的传闻，所以特地赶过来看一看，却没想到仅仅只是个人类，还真是无聊。同时也是那一日，吴惨将失去信念的伊窝座变成了鬼，成为鬼的伊窝座失去了人类之时的记忆，变成鬼后的伊窝座不断追求变强，可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一样都没有了，并没有想在这举目无亲的无聊世界上继续存活下去，却又反复进行了数百年以上毫无意义的杀戮。回想自己的一生，还真是悲惨滑稽又无聊的故事。回想起人类之时的记忆，伊窝座才知晓自己的一生是多么的无聊可笑。明明想要守护的东西一样都不在了，却依旧反复进行了100年以上毫无意义的杀戮。伊窝座知晓，就算自己死去，自己也无法前往那3人所在的世界。与此同时，此前昏迷的炭治郎终于从昏迷中醒来，出现在他面前的是被砍下首级也并未死亡的伊窝座，并且伊窝座的首级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虽然身体早已达到极限，但炭治郎依旧毫不犹豫地加入战斗。可炭治郎怎么也没有想到，虚弱不堪的身体连握刀的力气都没有。日轮刀从炭治郎的手中脱落，然而失去日轮刀的炭治郎依旧没有停止攻击，一拳打在了伊窝座的面庞上。而这一拳再次让伊窝座想起了与庆藏第一次相遇的场景，是庆藏用拳头让自己脱胎换骨。伊窝座之所以讨厌弱者，是因为弱者不会堂堂正正的决斗，会往井里面投毒。弱者的忍耐力不够强，动辄自暴自弃，用守护的拳头去伤人。而回想起一切的伊窝座才意识到，自己非但未能遵守父亲的遗言，还血染了师父重要的速流拳法。那一刻，伊窝座终于明白，原来自己想要杀的其实是自己啊！并且炭治郎意识到，伊窝座想要再次使用此前所使用的强大招式。意识到一切的炭治郎立即带着富冈想要逃到攻击范围外，可逐渐远离的炭治郎很是疑惑，因为他竟从伊窝座的身上感知到了血的气味。而就在下一刻，伊窝座的攻击竟全部落在了自己的身上。目睹一切的炭治郎不明白，伊窝座为什么要攻击自己，他为什么要笑，为什么那一瞬间从伊窝座的身上闻到了感谢的气味。可重伤的躯体不受控制的在逐渐恢复，伊窝座想要一切都停下来，但也无济于事。与炭治郎的战斗已经结束，输的人是自己。在那一瞬间，自己被炭治郎完败，自己被炭治郎堂堂正正从正面击败，完美的预测了我的动作并勉强转身，在我还未使出攻击之前砍下我的脖子。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伊窝座想要就这样下地狱好了。而也就在此时，父亲的身影出现在伊窝座的面前。伊窝座带着些许期许的询问，已经没事了吗？不会难受了吗？而父亲也很感谢自己孩子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伊窝座很抱歉自己没能够遵守约定，自己没能够重新来过，但这在父亲看来并没有关系。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了，儿子就是儿子，弟子就是弟子，就算是死也绝对不会对你弃之不顾的。当伊窝座的信念动摇之时，无惨再次出现在伊窝座的面前，
你就这样结束了吗？你不是想要变得更强吗？原本动摇的一窝座也因为无惨的话再次坚定起来。即便被砍下脖子又如何？我还能变得更强，我必须遵守约定。而也就在此时，恋雪再次出现在一窝座的面前。谢谢你，柏志先生，你做的已经足够了。而无惨的话语最终也未能超过恋雪在一窝座心中的地位。柏志真的很抱歉，自己没能保护好恋雪，关键的时候自己没能在你的身边。恋雪很开心，你能想起我们实在是太好了，变回原来的柏志先生实在是太好了。而原本即将克服头颅被砍下也不会死亡的肉体，终究在恋雪的影响下开始崩溃。随着上弦之3一窝座以及上弦之2铜魔的相继死亡，无限城决战似乎即将迎来终结。可与此同时的另一片战场上，两位柱联手也未能击败上弦之4。进入无限城的甘露寺与小巴内很快便遇见了新晋位的上弦之4明女，两位柱的强大实力毋庸置疑。可每当甘露寺和小巴内主动靠近明女，想要将其斩首之时，明女的血鬼术便会调动无限城中的建筑阻挡两人的行动。操之过急的甘露寺立即红了脸，好羞人啊！自己都在干些什么？一旁的小巴内及时出手接住了甘露寺，现在还不清楚对手的能力，要仔细观察、认真思考之后再进行行动。而随着脚下地形的不断改变，无限城中的各种建筑向自己等人冲来，甘露寺与小巴内也逐渐明白了明女血鬼术的特点，是能够像控制手脚一样控制无限城中的建筑吗？虽然初次面对之时吓了一跳，不过没有关系。有些恼怒的甘露寺再次出手来到明女的面前，同样的招式自己不可能再中招，此前所使用的招式再次出现。甘露寺凭借身体的柔韧性成功躲避，可随后便被明女召唤出的窗户传送到了其他地方。紧随其后的小巴内立即发动攻击，可明女血鬼术的速度更加迅速，轻易便化解了两人的攻击。虽然血鬼术的威力不是很强，可凡人的程度确实一流。短暂的交手便让小巴内意识到，与明女的战斗将会变成凡人的持久战。与此同时，正在赶路的无一郎因为明女的血鬼术被撞飞了出去，落地之后一只鬼蚁来到无一郎的面前，而他所面对的是上弦中最为强大的鬼，上弦之一黑死谋。见到黑死谋的第一眼，无一郎便意识到面前的家伙非比寻常，和自己此前所面对的上弦不可同日而语。沉稳厚重，甚至带着某些威压，并且他的手中还拿着日轮刀，想必还是曾经鬼杀队中的高手。并且因为黑死谋的威压，无一郎的身体细胞都在因为面前的敌人而不断战栗，身体本能的在抗拒战斗，而这也是无一郎生平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初入无限城的无一郎得知了无比震惊的消息，位列上弦之一的强大敌人黑死谋竟是自己的祖先。初见无一郎之时的黑死谋便察觉到了那令人怀念的气息。同样掌握通透世界的黑死谋，在见到无一郎的第一眼便知晓这孩子流淌着自己的血液。见到黑死谋的那一刻，无一郎同样意识到面前敌人的非比寻常，这便是上弦之一吗？和自己此前遇见的上弦不可同日而语。浑身都散发着沉稳厚重的气息，手中形状扭曲的武器毫无疑问是刀。这个家伙还是人类之时恐怕是鬼杀队的一员，并且还是其中的高手。并且因为黑死谋所散发出的威压，无一郎的身体无法停止的站立，身体本能的在抗拒战斗。这是无一郎生平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见到鬼杀队之人，黑死谋非但没有出手，反而是询问对方的名字。在得知对方的姓氏名为石头之时，黑死谋知晓纪国这个姓氏已经消失了，但想来也很正常，毕竟至今也已经过去了数百年的时间。我还是人类之时的名字叫纪国延盛，而你是我留在纪国家孩子的后裔，也就是我的子孙。得知消息的无一郎精神恍惚，上弦之一黑死谋竟是自己的先祖，并且以鬼之身存活到了现在。同时无一郎立即意识到这个家伙是使用起始呼吸的剑士，不过无一郎很快便冷静了下来。不管曾经的黑死谋如何，如今他不过是自己必须斩杀的鬼。见到立即恢复的无一郎，黑死谋很是满意，精神也是无可挑剔，只是一瞬间便恢复镇定，并且在冷静之后，无一郎立即对黑死谋发动攻击。短暂的交手后，黑死谋对于自己的这位子孙十分满意，年龄在14岁左右，年纪轻轻却修得如此精湛的剑技，对我心存畏惧却还是强压恐惧迎难而上。不愧是我的后裔，虽说血缘已十分单薄，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即便姓氏断绝，可我的细胞依旧得以繁衍存活。你这家伙是在开玩笑吗？早已过去数百年的时间，你的血脉和细胞怎么可能还活在我的体内？并且在此时，无一郎的身上浮现斑纹，在斑纹的加持下，无一郎使出了自己独创的最强招式，独特的节奏，动作也难以被看穿，技法兼顾混淆视听的作用。面对无一郎的全力出手，黑死谋觉得要是自己不拔刀的话也是有些无理，出手的瞬间便砍下了无一郎的手臂。对于黑死谋的招式，无一郎很惊讶，即便变成鬼依旧可以使出基于呼吸法的剑技吗？并且在速度上和自己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可即便面对如此强敌，无一郎迅速处理自己的伤口，并且再次对黑死谋发动攻击，可下一刻便被黑死谋钉在了柱子上。对于无一郎的举动，黑死谋很是欣慰，断臂后立即便能止血，随即进一步发动攻击的气概，实在是太棒了。无一郎，我的后裔啊，以鬼之身为那位大人所用吧。无一郎怎么也没有想到，
黑死谋出手的瞬间便砍下了自己的手臂。虽然吴一郎及时处理伤口并再次发动攻击，可此次的攻击不仅被黑死谋轻松化解，日轮刀也落入黑死谋的手中，随后便被黑死谋用日轮刀钉在了柱子上。简单交手后的黑死谋十分满意这位后辈的表现，所以希望吴一郎以鬼之身为无惨所用，能看见自己细胞的后裔，真是出乎意料的让人无限感慨啊！失去手臂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只要变成鬼手臂便会再生。眼下能够战斗的上弦仅剩我一个，那位大人想必也会认同你的存在，姑且先为你止血吧。毕竟人类还是很脆弱的，但如果你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去，或是不被那位大人认同而死去的话，那也不过是你的宿命，说明你也不过是如此程度的男人而已。而此时躲在一旁的玄弥终于找准时机对黑死谋发动攻击，可在玄弥发动攻击的那一刻，黑死谋竟已来到他的身后，在相继砍下玄弥的2条手臂后，黑死谋便意识到这个家伙便是情报中的那个食鬼者。为了将玄弥完全抹杀，下一刻黑死谋便将玄弥的身体劈成2半。可让黑死谋没有想到的是，即便玄弥的身体被自己劈成2半，面前的家伙依旧没有完全死亡。在300多年前，黑死谋便见过与玄弥相似的食鬼者，不过那个家伙在被斩断身躯后便死亡了。看来你已经变得和鬼相似，需要砍断脖子才会死亡吗？当玄弥想要捡起手臂再次进入战斗之时，黑死谋已经做好了将玄弥彻底抹杀的准备。当黑死谋的日轮刀即将斩下玄弥的首级之时，一道罡风袭来挡下黑死谋的攻击，封住不死川。石弥终于赶到战场，面对被重伤至此的弟弟，石弥愤怒之余又有些无奈。你还真是个让人没辙的弟弟啊！那一日我不惜对母亲痛下杀手也要保护你，你觉得这是为什么？而哥哥的话语也让玄弥想起了炭治郎曾告诉自己的话语，关于你哥哥石弥那个人，对于你加入鬼杀队一事虽然相当愤怒，但却完全没有憎恨的气息，所以你完全不用害怕，有什么想传达给他的直接说也没有问题哦。石弥先生他从始至终都最喜欢玄弥了，你就应该随便找个地方成家立业，开枝散叶，活到老掉牙。没对老妈尽完的孝，没对弟弟妹妹尽到的情分，你就努力让自己的老婆和孩子获得幸福来弥补就好了。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绝对不会让恶鬼靠近你们半步。得知一切真相的石弥泪流满面，自己真的很抱歉，曾经对哥哥说了那样过分的话。当石弥再次看向黑死谋之时，竟然将我的弟弟伤成这样，你这混蛋，我绝对不会饶过你。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石弥成功让黑死谋拔出了刀。而看到黑死谋武器的真面目，石弥忍不住嘲讽，还真是恶趣味的刀啊。他是最疼爱弟弟的封住不死川玄弥，如今见到弟弟竟被伤成这样，不死川绝对不会放过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上弦之一黑死谋。而短暂的交手也让石弥认识到面前的敌人是何等强大，拥有鬼的强大身体不说，竟还能基于呼吸法使出剑技。更为离谱的是，即便黑死谋不挥刀，却依旧能够连续使出斩击，久违遇见能够与自己战斗的对手，这让黑死谋很开心。肉体的条件以及剑技全部处于鼎盛时期，而短暂的交手同样让石弥意识到这家伙的刀法简直令人汗毛倒立。每一次斩击周围都会附有不规则的细小刀刃，长度和大小还不时变化，没有固定的形态。本以为避开的攻击却发生异常形变，加之这样的速度，如果没有常年经验培养出的战斗直觉，连躲避都无法做到。并且这家伙还能够使用呼吸法，再生能力和身体机能都出类拔萃的鬼，借由呼吸法进一步提高了速度和攻击的强度。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不死川却兴致大涨，如此敌人才值得一斩。即便不断提高攻击的强度与速度，但依旧被黑死谋轻松挡下。可当黑死谋不断提高攻击的速度与强度之时，不死川的处境也愈加凶险。无比轻松的黑死谋诧异于对方竟还能跟上自己的出招速度，这种令人亢奋的感觉真是令人怀念啊！而面对如此迅猛的攻击，不死川连眨眼的时间都没有，刀刃挥斩稍有不到位就会立即丧命。这样的对决让黑死谋想起战国时代的记忆，那时的自己就像眼下这般，当时的自己也和风柱切磋过剑法。可当黑死谋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攻击速度，不死川终究未能将其全部拦下，刀刃落在不死川的身上，几乎将他的身体撕裂。而突然发生的巨响让玄弥很担心自己的哥哥，可因为视野被柱子挡住，玄弥甚至连哥哥的身影都无法看见。面对重伤的石弥，黑死谋出言提醒，虽然你坚持挺久，但一切都到此为止了，要是乱动的话，内脏就会跑出来。可下一刻黑死谋便意识到不对，为何已是重伤之躯，可对方的脉搏跳动却在加快，而这也是不死川血液特殊性的效果。不死川的血即便在吸血中也是极为稀少的种类，闻到这种气味的鬼都会变得酩酊大醉，而这样的效果即便是面对上弦依旧有效。在独自猎鬼的不久后，不死川终于意识到自己血液的特殊性，回想起来自己的母亲也是在自己流血后动作变得缓慢，也是在那一日不死川亲手解决了变成鬼的母亲。那一刻世上的一切都在转瞬间失去了颜色，独留石弥在黑暗中苦苦挣扎，连鬼杀队和日轮刀也不知晓，就用成堆的刀具武装自己同鬼搏斗。回想起那无异于自杀的行径，能大难不死也是多亏了自己的血液，能够让鬼变得酩酊大醉，并幸运的与鬼杀队的队员相遇，在匡靖的推荐下加入鬼杀队。可石弥很清楚这世间的不合
合理，善良的人总会先死去。两人合力击败了下弦之一，可到头来成为猪的却只有自己。所以在第一次见到药灾大人之时，不死川很是火大。别人在痛苦中煎熬，可这家伙却面带笑容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第一次参加九柱会议的不死川表达出了不满：“你这家伙架子还真是不小啊！产巫夫大人，不用弄脏自己的手，也无性命之忧。”端着一副居高临下的薄凉嘴脸，竟会指使别人的家伙。而不死川的无理行为立即引起其他几位柱的不满。刑名青筋暴起，忍住出手的冲动。不死川，看样子你还不懂怎么和人说话。虽然药灾大人表示没有关系，可这样的行为在石迷看来不过是令人讨厌的浮夸演技。明明把队员当作用完就扔的棋子，一看便知你从没有研究过武术之类的吧？别开玩笑了，你这样的家伙竟然是鬼杀队的首领。而石迷怎么也没有想到，等在自己的是来自药灾大人的道歉。药灾也曾尝试过挥刀，可脉搏很快便会陷入紊乱，连挥刀10次都做不到。如果能够实现，药灾也想像鬼杀队的剑士一样，成为靠一己之力守护他人性命的强大剑士。然而我无论如何都未能做到。一味将痛苦的事情加诸于你们，我真的很抱歉。药灾大人的话语让本暴怒的不死川一时间无言以对。主公大人的眼神让不死川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仿佛是被父母对孩子满意的慈爱之情温柔地摩挲着脸颊一般。如果我把你们当作弃子，那我也一样是弃子，至多是驱动鬼杀队的一枚棋子。即便我死了，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代替我的孩子已经存在。石迷，你是第一次参加九柱会议，所以我想你可能有所误解。我并非什么位居高位之人，大家只是出于善意才像现在这样对待我。你要是不愿意，也不必和他们一样。与其纠结这件事，还请石迷作为柱好好守护他人。我的愿望仅此而已。匡靖才陨身不久就换你过来，实在抱歉。你们俩向来情同手足，想必你更加难过。石迷没有想到主公竟记得自己搭档的名字。一旁的香奈会告诉不死川，在主公大人当主后，就一直记得每一位战死的队员的姓名和生平。对于这样结果的不死川难以置信，就算是他自己也不曾记得所有队员的名字。随后药灾大人来到不死川的面前，鬼杀队的孩子们都写有遗书，然而不可思议的是，遗书的内容几乎都大同小异，匡靖也不例外。我打算把他交给石迷。匡靖在石迷的身上看见了自己弟弟的身影，他的梦想是看到光明的未来，希望重要之人能带着笑容幸福的活到享尽天年的那一天，希望他们的性命不会受到不合理的威胁，即便到时候自己不能活着陪在那个人的身边，我也希望他能够活着，希望他能够幸福的活下去。与此同时，无限城中，石迷终究未能躲避黑死谋的全部攻击，刀刃落在石迷的身上，几乎将他的躯体撕裂。然而凭借自身血液的特殊性，即便是上弦之一黑死谋也变得醉醺醺起来。可让黑死谋诧异的是，为何这家伙伤成这样还能继续战斗，至今为止得住？若是受到如此重伤，早已决出胜负。可这家伙不仅用呼吸法让血液凝固，更是收紧全身肌肉，防止内脏的流出。不论如何，这都不像是人类能使出的技能。初次得见倒也挺有趣，可即便如此，不死川依旧不是黑死谋的对手。在控制不死川的日轮刀后，黑死谋的攻击便砍向了不死川的脖子。好在不死川早已捡起玄迷的武器，即便日轮刀被控，依旧挡下攻击。可那火枪所发射的攻击连擦伤都未能做到。当黑死谋再次施展攻击之时，鬼杀队最强之柱炎柱悲鸣与刑明终于赶到战场。面对上弦之一如此强大的敌人，即便是封住不死川石迷也惨遭败北。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鬼杀队最强之柱炎柱悲鸣与刑明终于赶到战场。在刑明来到自己面前之时，黑死谋的双眼便看穿了一切，锤炼到极致的肉体的完全形态。这等程度的剑士才是真正的300年未曾遇见了。仅仅只是挥动手中的武器，周围的空气便被刑明牵引而去。庞大的身躯以及看似笨重的武器，可在刑明的手中却异常灵敏。当刑明的武器缠住黑死谋的脖子，黑死谋此时才意识到自己的武器竟连锁链都斩不断。那一刻，黑死谋知晓，刑明手中武器的铁的纯度极高，而用自己血肉锻造而出的这把日轮刀，恐怕在斩断锁链之前就会被熔断。吸收了如此大量阳光的铁，即便是在刀剑技术登峰造极的战国时代，也不曾被发现。可黑死谋很快便想到了破解的办法，这种战法只要近身便也无足为惧。可让黑死谋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是近身攻击，却依旧被轻松躲过。能够将这武器运用自如的力量，如此庞大的身形活动竟如此灵敏迅捷，并且下一刻刑明的锁链缠住黑死谋的武器，凭借对鬼的克制作用，轻松便将黑死谋的武器折断。可那用黑死谋血肉所制造的武器，即便被折断也会立即恢复。可悲的人类，你的攻击毫无意义。面对如此情况的刑明也知晓自己不能再有所保留，这本是打算留到对付无惨再用的招式，可若是此时落败，就得不偿失了。刑明的身上开始浮现斑纹，与此同时，吴一郎忍痛将贯穿身体的日轮刀拔了出来。在身体遭受如此重伤的情况下，吴一郎知晓自己根本没法再帮上忙，并且再过几小时自己便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可就算要死，也要在派上用场之后再死，至少要打败上弦之一，尽量为活着战斗的人减少一点负担。当吴一郎捡起日轮刀想要再次加入战斗，
一旁的玄弥叫住了他。玄弥希望吴一郎能够将自己的身体拼接起来。听到玄弥说话的吴一郎很震惊，他没想到玄弥竟还活着，同时好奇真的还能连接起来吗？玄弥表示，要是上弦的落法，应该会有足够的力量来恢复肉身。我想要战斗到最后一刻，我想要保护大哥，不想让他死掉。与此同时的另一边，在得知刑名觉醒斑纹后的黑死谋很是惋惜。你的肉体年龄看起来大概在27岁左右，而觉醒斑纹的人无一例外全都会在25岁之前死去。就算斑纹浮现，力量得到增强，那也不过是透支生命所换取的力量。如今你的年龄已经超过了25岁，并且在此时却浮现斑纹，你必定活不过今晚了。如此锻炼研制到极致的肉体和技术就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你不觉得这是件令人十分惋惜的事情吗？可在刑名看来，这并没有什么惋惜的，并且这件事情持有斑纹的人早已知晓，并且即便没有浮现斑纹，鬼杀队剑士每日的生活也都是九死一生。事到如今有何足挂惜自己的性命？若无此觉悟之人，怎可成为主？事到如今还和我谈论生命之事，简直是对吾等的侮辱。黑死谋表示自己所指的并不是性命之类无聊的东西，一旦成为鬼，不论是肉体还是技术都能够保存下来。不能理解的你还真是愚蠢，如何能够理解生而为人亦以人类的身份死去，乃是我等人类的矜持。少把你那些低劣的观念故作崇高的强加于人。并且我突然意识到，有一件事情你说谎了吧？也有存在例外的吧？即便超过25岁却依旧存活的斑纹持有者，心中宛如禁忌一般的人被再次提起。黑死谋爆射而出，对刑名发动攻击。然而身为鬼杀队的最强之柱，即便面对如此凶猛的攻击，依旧能够应对。此时一旁的不死川已处理好伤口，再次加入战斗，并且黑死谋发现回归战场的不死川的身上同样浮现斑纹。黑死谋猜测，难不成这个时代的柱几乎都有吗？而让黑死谋更加惊讶的是，明明是不同呼吸的使用者，却在这样快节奏的战斗中联手进攻。这样的协同战斗也多亏了众柱集训之时，柱和柱之间早已进行训练过。为了恢复肉身，玄弥吃下了黑死谋的头发。而在吃下黑死谋头发的片刻后，玄弥竟在脑海中听见了无惨的声音。随着鬼话的不断进行，玄弥的肉体此时已经无限趋近于鬼。此时与风岩两柱交手的黑死谋也意识到，面前两位柱的实力，即便是在柱中也是最为顶尖的。尤其是那个男人，虽双目失明，却仍有着杰出肉体的剑士。他的武器也是经过深思熟虑锻造而成，是锁链震动所发出的嗡鸣，再借由其回声精准地把握敌人的位置和动向。虽然这让黑死谋有些难以置信，可这就是摆在面前无可非议的事实。为了打破眼前的僵局，黑死谋立即决定先解决掉不死川，先从侧面攻击，打算破坏不死川的武器。可让黑死谋没有想到的是，不死川立即将刀刃朝下压制了回去，并且精准地对黑死谋发动反击。种种怪异的事态让黑死谋难以理解。就算因为斑纹实力得到增强，可通常来说，受了无法战斗致命伤的人，怎么可能进一步提高速度和动作的精度？而在风岩两柱的联手下，似乎将黑死谋短暂压制。当两人想要趁胜追击砍下黑死谋的首级之时，下一刻风岩两柱便遭受重创，并且让两人难以费解的是，为什么黑死谋能从那么远的距离攻击到这里？原来黑死谋加长了自己武器的长度。你们难不成真的以为能击败我吗？仅仅只是撕裂衣物的攻击，怕是连婴儿也杀不死。而在此次的攻击中，不死川未曾反应便被砍下2根手指，并且不死川很清楚，若不是刑名先生用锁链改变了原本的攻击轨迹，自己的2条手臂恐怕都会被砍下。伤势加重的不死川动作逐渐变得迟缓，难免会拖刑名先生的后腿，吸血的效果也逐渐失效。这本应该是对越强大的鬼越奏效才对，并且这家伙还用骇人的速度挥动那把加长的刀。不死川不确定下一次自己还能否躲过。而这场战斗在乌鸦的视野中全部传回总部。当妹妹询问灰利哉是否需要增派人手之时，灰利哉立即回绝，虽然有其他柱级别的剑士可以前往，但眼下的最终目标还是无惨。其他剑士依旧按照计划前往无惨那里。至于上弦之一、刑名和石弥、吴一郎和玄弥4人必定能将其击败。在武器加长后，黑死谋再次展示上弦的强大实力，原本的攻击范围再次扩张1倍有余。再加上这样的速度，仅仅只是为了躲避便需使出浑身解数，更别说是靠近黑死谋将其斩杀。在黑死谋的强势攻击下，重伤的不死川终究到达极限。面对再次袭来的攻击，石弥已无力躲避。好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吴一郎及时出现将不死川救下。失去1条手臂的他已无力砍下黑死谋的首级，所以吴一郎要尽可能保证己方有生力量的存活。此时肉身恢复的玄弥在远处寻找出手的最佳时机，可越想起作用，玄弥的内心便越质疑自己的能力。自己真的能够做到吗？可能会被再次发现，再次斩断身体。可他不想看到大哥死掉，无论如何自己都必须成功。此时的玄弥真的好恨，如果自己能够再强一点的话，如果自己是柱的话，一切可能都会不一样。并且越是想帮忙，玄弥的身体就变得越僵硬，越无法动弹。他很害怕自己派不上用场，害怕自己无法保护同伴。为什么我如此弱小？好不甘心，不甘心如此弱小的自己。而就在此时，炭治郎的声音回响在玄弥的耳畔。
最弱小的人反而拥有最大的可能性。我和上弦之六交手时就是这样的，正是因为我弱小战况才得以改变。敌人能够警戒我方的人数有限，所以敌人会更警戒强大的对手，对其展开强有力的防御。但若认为对手很弱小，则会放松警戒，因为一旦那个弱小的人以出其不意的行动突入警戒线，就能一口气扭转战局，开辟出通往胜利的道路。炭治郎，真的如你所言吗？你认为我能做到吗？可眼下玄弥也没有其他选择，只有拼尽全力去实现。为此，玄弥拿出了黑死谋的断刀，这本是他打算下一次被砍断时再吃。可这种保守的办法不可能取胜，留给自己出手的机会只有一次，玄弥势必要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即便风炎两柱联手，可面对上弦之一这样强大的敌人，依旧落入下风，并且黑死谋仅仅只是延长手中的武器，鬼杀队最强之柱便瞬间落败。月之呼吸的招式仿佛无穷无尽一般向众人袭来，而邢明等人的攻击被黑死谋完全看穿。可让邢明无法理解的是，看穿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搞不好在打算出招的瞬间便已经被看穿。这只鬼的眼中究竟看到了何种世界？但说到底，鬼也不过是人类形态变化的产物，所以邢明坚信鬼能做到的事情，人也一样可以。呼吸法让人变得和鬼一样强大，而这失明的双眼可以看穿事物的本质，激发自身的潜能，关闭所有不需要的感官知觉。邢明终于进入通透世界，黑死谋的肉身在邢明的眼中变得透明，并且能够清晰感知到脉搏的跳动。邢明意识到，这也许便是黑死谋眼中的世界。此时重伤的无一郎想要发挥最后的余温，无一郎想要突破层层攻击来到黑死谋的面前，只要能够让他停止行动，稍微削弱攻击的强度，邢明先生或是不死川先生必然能砍下他的脖子。失去一条手臂加上失血的负担，留给无一郎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所以他想在还能行动之前派上用场。当邢明看到无一郎的动向时，便察觉到了他的意图，立即招呼不死川配合无一郎的行动，三人同时发动攻击乃是最佳方案。但这也给了黑死谋将三人同时击杀的机会。抱着必死的决心，无一郎躲过重重攻击，同时丢出的念珠命中黑死谋。而此次的攻击，即便是进入通透世界的黑死谋也未曾察觉。当邢明的武器再次击中黑死谋的身体，黑死谋也终于察觉到了异常。可这个男人究竟是如何找到自己视野的空档？同时，无一郎以失去一条腿为代价，终于将日轮刀贯穿黑死谋的身体。对于来到自己面前的无一郎，黑死谋很是诧异，为何自己的攻击未能将其斩杀？这负伤的孩子竟勉强躲过了我的攻击，就算因为被念珠击中动作有所迟缓，难不成这孩子也能看到我眼中的世界吗？那个男人也一样能够感知到，是在战斗途中开始能看见，甚至是骗过了我的双眼，操控自身的血液循环扰乱我的攻击。虽然出乎意料的事情接连发生，但黑死谋自信无人能砍到自己的脖子，不论是暗算还是干扰，只要在意料之内便也毫无意义。可让黑死谋没有想到的是，场中的最大变局竟是被他忽视的最弱的存在。吃下黑死谋断刀的玄弥此时与鬼无异，躲藏在一旁寻找扭转战局的机会，而此时便是玄弥出手的最佳时机。虽然打出的子弹被黑死谋全部挡下，可被弹飞的子弹依旧打入黑死谋的身体。原本被弹飞的子弹仿佛活物一般，改变原本的轨迹，打入黑死谋的体内。当黑死谋注意到玄弥之时，那与鬼无异的样貌以及手中改变形态的武器，难不成那个家伙使用的是血鬼术？下一刻打入黑死谋体内的子弹生根发芽，将黑死谋的身体牢牢锁住。风炎两柱抓住此时的机会，势必要将上弦之一黑死谋在此刻击杀，性命遭受威胁。身体因为紧张而变得僵直，穿过胸口直通头顶的焦躁，赖以生存的寂静逐渐开始瓦解，这令人憎恨而又怀念的感觉，黑死谋已经时隔400年不曾遇见了。当元一再次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之时，黑死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阔别60多年的再次相遇，元一的肉体年龄早已超过80岁。作为曾经觉醒斑纹的剑士，黑死谋很清楚那25岁之前便会死亡的诅咒。明明大家都在25岁之前死去，为何只有元一你如此特别？再次见到兄长的元一流下了泪水，并用无比苍老的声音说道：“多么可悲啊，兄长大人！”获得永恒生命的黑死谋一时间愣在原地，自己被那老朽而丑陋的曾经是弟弟的生物所怜悯了。可黑死谋却并没有感觉到愤怒，明明是60年前那么碍眼的弟弟，那声兄长大人异常沙哑，连细微的感觉波动都不曾示人的弟弟，如今却在我的面前流下了泪水。这样的场景使黑死谋生平第一次感觉到了伤感，他为自己意料之外的动摇感到困惑。可即便曾经是自己的血亲，如今是个脆弱不堪、不复昔日全盛期的老人，自己也绝不可留他性命。只要他仍在猎鬼，而对我兵戎相见者，黑死谋势必会将其一刀两断，并且黑死谋那份奇妙的伤感，也在元一拔刀的瞬间烟消云散。明明是老态龙钟的身体，可元一的架势没有丝毫破绽，并且元一所散发的威压宛若巨石一般压在黑死谋的肩上，出手的瞬间便让黑死谋毫无招架之力。黑死谋很是嫉妒，为什么只有你一直以来都是特别的？身为斑纹持有者却能免于一死，以残破的身躯施展出的剑技，速度和威力却和全盛时期如出一辙。模糊的记忆鲜明地复苏了，那60年前充满怨毒的日夜，仿佛燃烧至骨的嫉妒之心折磨我无数个岁月。为什么只有你超脱世间常理之外？为什么只有你生来便集众神宠爱于一身？我恨你，恨不得亲手杀了你。可黑死谋很清楚自己根本做不到，元一的下一击便会让自己身首异处，那是连那位大人都能逼入绝境的剑技，是名副其实的神之剑技。焦躁和败北感几乎搅碎黑死谋的五脏六腑，
然而元一终究未能使出下一击，有史以来的最强剑士，使用日之呼吸的元一就那么站在那里寿终正寝了。只要元一在寿元耗尽之前再完成一次呼吸，我就将败在他的手下。为了永生而成为鬼的我，在这长达几百年的岁月中，无时无刻都在品味着这份屈辱。而元一的逝去，意味着我永远都不可能迎来荣耀的战死。既然这漫长岁月中的最强猎鬼者已经死亡，我就更不可能败在其他人的手下。我是为了永远的胜利下去，才选择变成如今这丑陋的模样。原本被玄迷血鬼术困住的黑死谋再次爆发身体的潜能，在这强势的攻击下，风眼两柱瞬间落败，无一郎被连腰斩断，玄迷也被一刀劈成两半。再次进入战斗的黑死谋的身上长满刀刃，距离最近的无一郎目睹了所发生的一切。黑死谋在没有任何动作的情况下，就发出了与利刃数目相当的斩击。此前只凭一把刀就让四人吃尽苦头，可让无一郎不甘的是，自己快不行了，可到头来还是没有派上用场。无一郎很清楚，邢明和不死川接下来肯定会舍命死战，但无一郎绝对不能让他们两人也倒在这里。接下来还有无惨等着大家去面对，为了大家，我必须保护两位才行。当黑死谋想要再次发动战绩，无一郎知晓自己必须阻止他，集中全身力量，紧紧地握住日轮刀，竟让日轮刀在此刻变成了红色。变红的日轮刀开始灼烧黑死谋的身体，因为日轮刀的影响，黑死谋的身体开始变得僵硬，并且内脏仿佛在被烈火燃烧般剧痛。同时，不死川的日轮刀终于落在黑死谋的脖子上，并且因为众人的压制，玄迷再次感知到此前留在黑死谋体内的子弹，汲取黑死谋力量的数目再次生根发芽。因为玄迷血鬼术的限制，黑死谋此时无法使出战绩。同时，邢明的铁锤此时落在黑死谋的脑袋上，可如此坚韧的脖子，即便如此猛烈的攻击，依旧未能将其砍下。背后生长出的树木在吸收黑死谋的血液作为养分，疯狂成长，这导致黑死谋到现在都无法使用战技。而那把变红的日轮刀，让黑死谋的身体因为剧痛而变得僵直，并且黑死谋很诧异，这是与元一相同的红色刀刃，而这也让黑死谋想起了数百年前的记忆。没有人的实力能与你我想匹配。呼吸法的传承简直令人绝望，这样下去千锤百炼的绝技可就要失传了。兄长大人，你把咱们两兄弟想得太过重要了，你我只是人类漫长岁月中的两个过客而已，天赋远在你我之上的婴儿，说不定此时正降生在世上的某处，想必他们最终也能到达你我相同的境界。兄长你无需多虑，你我只需顺其自然，等待人生落幕的那天到来便可。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十分愉悦的事情吗？兄长，来到世上的那些孩子们一定可以超越咱们兄弟的。而此时邢明与不死川的武器在激烈的碰撞中变成了红色，而变红的武器终于成功砍下黑死谋的首级。他是鬼杀队历史中的最强剑士，起始呼吸的缔造者纪国元一。他仿佛应运而生，生来便集众神宠爱于一身。他是那种仿佛能够燃尽这世间万物的恍若太阳般耀眼的人。在3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元一降生于世，可双胞胎在那个时代被人们视为不祥的象征，并且因为元一生来便带有诡异的胎记，父亲甚至生出了杀掉元一的想法。得知此消息的母亲愤怒的近乎发狂。元一虽然因为免于被杀，但到了10岁之后也要被送到寺庙中去。明明是作为双胞胎诞生的兄弟两人，可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可谓是天差地别。那时的严胜以为元一正是因为如此的待遇，所以才一直黏在母亲的身边。尽管当时严胜尚且年幼，但他还是觉得元一真的好可怜，并且因为元一自出生以来就没有笑过一次，一直长到7岁也不曾开口说话，所以严胜一直以为元一天生聋哑。然而直到7岁那一年，严胜在庭院中练习挥刀时，元一悄无声息地来到严胜的身后。年幼的元一询问严胜，兄长的梦想是成为这个国家的最强武士吗？那是严胜记忆以来元一第一次开口说话，以至于严胜吃惊地忘记了呼吸，手中的木剑也掉到了地上。随后元一表示自己也要成为武士，可他明明长到10岁的时候就会前往寺庙，并且对第一次展露出笑容的元一，严胜只是感觉十分恶心。在严胜看来，武士是要拼上性命去战斗的，而像元一这种一看到母亲就要粘上去的人，怎么可能能够成为武士？在那之后，每当严胜开始练剑时，元一就会在旁边请求也教教自己。当时负责指导严胜的教练开玩笑地将竹刀交给严胜，只是口头教了元一几句刀的拿法和架势的摆法。紧接着父亲的部下摆好架势，让元一攻过来试试。年幼的元一在拿起刀后仿佛变了一个人，在一瞬间出了4刀将那武士打倒在地。而目睹一切的严胜愣在原地，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还未曾胜过那个部下一次，可元一却在转瞬间便将他打昏了过去。而也就是从那天起，元一再也没有说过自己想要成为武士，因为对他而言殴打他人的感觉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为了知晓元一这份强大的秘密，在严胜的逼问下，元一渐渐说出了让人难以理解的话语。他准备进攻的时候，肺部一定会剧烈运动，只要好好看清楚骨骼的方向、肌肉的收缩和血液的流动就好了。那时严胜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过来，在元一的眼中，所有的生物都是透明的，就像元一的胎记一样，这特别的视觉也是与生俱来的。而元一的身体能力之高，足以让他适应这一切。那时的严胜终于明白，自己所同情的弟弟要远比自己优秀得多。然而元一对剑术并不感兴趣，相比于剑术，元一更想和兄长放风筝。然而严胜一直想在剑术上登峰造极，虽然剑术一道艰难苦痛，但严胜的才能也受人瞩目，只要不断努力就能不断进步。可这样的速度在举世无双的神童面前，那也不过是慢若龟速。如果上天是把才能赐给渴望才能的人该多好。元一说起剑术的时候，总是一副无聊至极的样子。
明明拥有鹤立鸡群的才能，却感觉不到一丝喜悦。对元一而言，剑术比游戏更无价值。在知晓父亲部下将元一的事情上报上去后，严胜便知晓他们两人的立场调换了。元一将会继承家业，而自己会被赶入那个狭小的房间。3年后成长至10岁，便会被送到寺庙中，再也无法实现成为武士的梦想。而那天夜晚，元一来到严胜的门前，并将母亲亡故的消息告诉了严胜。而元一来到这里是和严胜告别的，自己在今晚便会前往寺庙。同时，元一拿出了那只严胜送给自己的笛子，我会将兄长大人赠送的这只笛子视为兄长大人，即便远隔天涯也绝不言弃。在严胜看来，那不过是一只废品般的笛子，能吹出的只有走调的声音。可为什么元一却像对待珍宝一般，用不将它包起来放进了怀里？看着元一抱着那废品般的笛子笑了，严胜无法理解为什么元一如此开心。严胜的心中十分不爽，所以他没有回答元一的问题。可元一却带着十分满足的表情，深深低下了头。之后他几乎两手空空，那样迈着小小的步伐不见了身影。后来严胜看了母亲留下的日记，元一知晓了自己将要被选为继承人，所以才在预定的时间之前离开了家，并且母亲的病和死期他似乎也早已知晓。母亲在许多年前就已经受疾病折磨，导致右半身逐渐不受控制。那一刻，严胜后知后觉，为什么元一总是待在母亲的身边？元一紧紧抱着母亲，并不是为了向她撒娇，而是为了支撑母亲因疾病而虚弱的身体。那一刻，极度的怒火几乎将严胜吞噬。严胜听见了全身上下被嫉妒所灼烧的声音。严胜也是从那个时候，从心底里憎恨那个名为元一的天才。严胜怎么也没有想到，元一有一天会再次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再次出现的元一瞬间便将周围的鬼全部击杀。目睹一切的严胜很清楚，元一的剑法已臻极致，幼年那场切磋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并且在看到元一的瞬间，严胜心中的安稳全盘崩溃，嫉妒与憎恨再次灼烧他的五脏六腑。而元一来到严胜的面前，却是向严胜道歉，如果自己能够来得再早一点，哥哥的部下也就不会死亡。元一已经成为了绝对的强者，而严胜也渴望这强大的剑技化为自己的力量，所以严胜抛弃了家族，舍弃了妻儿，成为了和元一一样的猎鬼人。虽然元一会将剑技和呼吸法交给每一个人，可没有一个人能够追赶上元一，而元一会根据每个人特长和能力的不同，指导他们不同的呼吸法。从日之呼吸派生而来的呼吸法开始接连出现，并且出现斑纹的人也越来越多。在不久后，严胜的身上也出现了斑纹，那是与元一别无二致的斑纹。可到最后，严胜也无法使用日之呼吸，他能使用的亦不过是派生之物。严胜将其命名为月之呼吸。严胜心想，如果自己更加刻苦的训练，总有一天自己是否有机会追上元一呢？可就在严胜懊恼不甘之时，持有斑纹的剑士开始陆续死亡，直到那时他们才知晓，斑纹不过是向天借寿，全盛时期一瞬间便会终结。得知一切的严胜再次陷入迷茫，自己根本没有未来，就连可供自己锻炼的机会也所剩无几。可转机出乎意料的出现了，成为鬼不就好了吗？只要你成为鬼，便能拥有无限的岁月。你想要研究剑技，而我想要试试将使用呼吸法的剑士变成鬼。你和其他剑士不一样，你还有选择的机会。严胜曾经从心底里所渴望的道路在眼前开拓，变成鬼的严胜挣脱了一切桎梏。可当元一再次出现在黑死谋的面前，让黑死谋认清元一是超越世间常理的存在，随后便在自己的面前寿终正寝，不再给黑死谋任何赢的机会。所有人，就连那位大人都无法胜过你，没有一人能够伤到元一分毫。为什么你总是让我过得如此凄惨？愤怒的黑死谋挥刀砍向元一的身体，而被一同砍断的还有黑死谋送给元一的笛子。年幼之时的元一曾小心翼翼地将笛子包裹放在怀中，我会将这只兄长大人所赠送的笛子视为兄长大人。过往的画面再次浮现在眼前，黑死谋流下泪水，不要再说了，我非常讨厌你，只是看见你的脸就想呕吐，只是听见你的声音就愤怒不止，头疼欲裂。可数百年的岁月流转，记忆中最鲜明的仍是我想忘记的你的脸。父母的脸早已模糊，妻儿的脸也已经回想不起，可只有你鲜明如初。你像是独一无二的太阳，聚集在你周围的任何人都只能憧憬着向你伸出双手，最终落得挣扎痛苦，却别无他法，直至成为焦炭灰烬。可到最后，我也没能得到任何东西。我舍弃了家族，抛弃了妻儿，舍弃了人类的身份，斩杀了自己的子孙，就连武士的尊严也都被我舍弃了。可即便如此，还是不行吗？你曾经说过穷奇道者归处一统，可是我到不了你的那个地方，我看不到你看见的那个世界。明明在你死后，我和那位大人将知晓日之呼吸剑技的剑士赶尽杀绝，可为什么你的呼吸仍留在世上？为什么我无法留下任何东西？为什么我无法成为任何人？为什么我和你如此不同？我究竟是为了什么才诞生于此世？告诉我啊！元一在黑死谋没有继续再生后，邢明立即让众人暂且停止攻击。可随后邢明便惊讶地发现，不死川并没有停止行动。察觉到异常的邢明立即拦住了不死川，我们已经打倒上弦之一了，战斗已经结束了。可随后邢明竟发现此时的不死川早已失去意识，难以置信，失去意识竟还能继续行动。被劈成两半的玄弥并没有死亡，反而是在担心大哥和吴一郎的情况，因为知晓自己已经活不了，
所以玄弥希望邢明先处理石头的伤势。邢明很震惊，玄弥如此状态竟还活着，是吞食了鬼的缘故吗？但这效果也随着出血而近乎消失了。邢明判断，即便此时把吸血的不死川放在旁边也没关系，而看见自己的大哥还活着，玄弥只是觉得实在太好了。而死去的吴一郎也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哥哥，而哥哥有一郎哭着让吴一郎回去。那一刻见到哥哥的喜悦瞬间被伤感取代。我已经很努力了，哥哥你难道不夸夸我吗？而这也是哥哥想说的。我还想问你呢，你才14岁逃掉就好了，可我不可能舍弃同伴逃走啊，可那样吴一郎你就不会死了。在这种地方死去算是怎么回事？就这么死去的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才来到这个世上的呀？哥哥死去的时候才11岁，比起我哥哥才更可怜啊。至于我出生的意义什么的，这种事情我自己很清楚，我是为了幸福才诞生的。哥哥你不也是一样吗？你不幸福吗？你一次也不曾有过幸福的瞬间吗？我曾经非常的幸福哦，全家4人一起生活也是。自从变成孤身一人，也曾经历过无数痛苦和心酸，但后来我又有了同伴，我很开心又能笑出来了，感到幸福的瞬间多到数不清。即便那样也不行吗？我从未逃避任何事，我一直都正视现实，对于为同伴赌上性命一事也绝不后悔。不要说什么白白送命，别人怎么说都无所谓，但是唯独哥哥你不能这么说啊。得知弟弟决心的有一郎向吴一郎道歉，我明白了，但是我不想吴一郎死掉啊。哥哥我其实一直都知道的，吴一郎的无是无限的无。而醒来的石迷在看到弟弟的身体后发出绝望的呐喊，弟弟的身体像鬼一样崩溃，可自己却无能为力。没关系的，我会想办法的，哥哥我会想办法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玄弥向自己的哥哥道歉，玄弥很抱歉那个时候责怪了哥哥，还竟给你添麻烦，真的对不起。可最疼爱弟弟的不死川从未觉得自己的弟弟是麻烦，对于自己的即将死亡，玄弥没有丝毫遗憾，他很庆幸能够保护到哥哥，就像哥哥保护我一样，我也想要保护哥哥，这份心情是一样的，毕竟我们是兄弟。我希望经受了无数苦难的哥哥可以过得幸福，我不希望哥哥你死去，因为我的哥哥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人，而从不相信神明的人却在此时祈求神明，神啊，求求你，请你别带走我的弟弟。可玄弥的身体还是化为灰烬，最疼爱弟弟的哥哥却只能无助地看着自己的弟弟在自己面前死去，然而留给他们伤感的时间都没有。抬起头来，不死川，不打倒无惨，一切都算不上终结。上弦3大演员虽被相继击败，可同伴也接连失去性命，而留给众人伤心的时间都没有。虽然伙伴相继死亡，可活着的人必须打起精神来，像他们一样，心中没有丝毫的迷茫，一路拼杀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此时筑阶级以下的剑士已来到无惨的面前，他们想在筑赶到之前发挥点作用，却没想到无惨竟在此时脱困而出，在场的剑士被全部击杀，成为了无惨恢复体力的养分。在后方指挥的辉利哉同样意识到，若是无惨率先醒来，在场的剑士都会成为无惨恢复体力的食粮。可无惨终究快了一步，在乌鸦下达撤退命令之前，无惨便将来到身边的剑士全部击杀。存活1000年以上就渐渐尝不出食物的鲜美了，但方才饥饿状态下饱餐一顿着实美味，为了我专门送来了食粮，真是值得称赞啊。尽管不清楚继承了鬼杀队当主的正在指挥这次行动的人究竟是谁，但还是真优秀啊。正好我的部下大多都已折损，如果此人愿意跪在我的面前俯首称臣的话，我大可网开一面将他收为部下。得以脱困的无惨非常嚣张地对朱氏说道，怎么样朱氏，你那让鬼变回人类的药物到头来似乎完全没有效果，而知晓自己所研制的药物的朱氏很清楚，今日之内你必将下地狱。然而至今的1000年时间内，无惨已经不知道听到了多少这样的话，但无一人能够实现。把我的丈夫和孩子还来，那你就立刻去死好了，回到被你所杀害的家人的身边吧。而通过血鬼术，御史郎目睹了朱氏大人被杀的场景，自己最敬爱的朱氏大人被无惨杀害，御史郎恨不得立即将无惨千刀万剐。脱困而出的无惨肆意屠戮着来到他附近的剑士，在无惨这样的敌人面前，他们毫无还手之力，自己的手下一个都派不上用场。接下来无惨打算亲自出手，就在今晚将鬼杀队彻底覆灭。目睹队员相继死亡的辉利哉陷入绝望，筑级别的剑士没能及时赶上，是自己的布置出了问题，才害那么多的剑士白白牺牲。整个鬼杀队花费了几百年的心血，如今好不容易换来这个击败无惨的机会，结果却因为我导致所有努力付诸东流。当辉利哉的情绪极度低落之时，妹妹一巴掌打在了他的脸上。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请您打起精神继续下达指令吧。主公大人，想起不论是父亲爷爷还是那些先人们，他们也都承受过同样的重压与痛苦，自己必须振作起来。先让拥有御史郎眼睛的乌鸦继续设法锁定无惨的位置，通告所有参战者，无惨的攻击范围极其惊人，绝不能轻易靠近他。同时立即命令幸存的普通剑士以及剩余的9柱集合，尽快将所有战力全部集中到一处。而在无限城中的乌鸦立即将消息传达给参战的剑士，无惨复活，9柱立即集合。得知消息的密里怎么也没有想到，2位柱联手竟被拖到无惨复活。尽管石头和不死川的弟弟不幸牺牲，但至少他们击败了自己所面对的敌人，跟他们一比，我们完全在墨迹什么呀？
明女的血鬼术虽然没有多大的杀伤力，却逼着两位柱陪她玩着这没完没了的捉迷藏，仅凭一人就拖住两位柱，这也意味着必须想办法将其击杀，否则就算强行避战，尝试与其他柱会合也还是会遭到他的阻拦。而此时蜜离却收到了难以理解的命令，不用管明女，直接去和其他柱会合。此前一直朝无惨前进的炭治郎等人，终于在此时与无惨相遇。在见到无惨的瞬间，家人死去的场景再次浮现在炭治郎的脑海中，同伴接连死去，也全都是因为面前这个家伙。炭治郎恨不得立即出手将其斩杀，而一旁的富冈在此时让炭治郎冷静点。虽内心十分愤怒，可富冈很清楚，面对无惨这样强大的敌人，断然不可贸然出手。再次见到炭治郎，无惨觉得这些鬼杀队的家伙实在是太烦了，我实在是受够了你们猎鬼者了。只要开口，无一例外都是那句要为死去的兄弟姐妹报仇。既然已经侥幸捡了条命，不就已经足够了吗？就算家人被杀，你们又能怎么样？接受自己幸存的现实，继续过原本的生活不就好了吗？只要把被我杀死的人当成是遭遇天灾不就好了？狂风、地震、火山爆发之类，无论这些天灾害死了多少人，都从来没有人试图向他们复仇。毕竟人死不能复生，与其一直纠结于过去不放，不如安安稳稳的继续生活下去。绝大部分人都是这么做的，为什么只有你们不肯呢？我思来想去，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你们这些鬼杀队的家伙全都不正常，而我已经受够了你们这些不正常的人类。今晚就让我亲手结束这一切吧。得知无惨理念的炭治郎立即意识到，无惨你是一个不应该存在于这世上的生物。再次见到无惨的炭治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厌恶感，无论是对生物产生如此冷酷的情感，还是这股在心底翻滚的生物痛觉，这都是炭治郎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而这也让炭治郎意识到，无惨是不应该存在于此世的生物，并且即便被砍下首级也不会死亡。鬼杀队众人的任务是将无惨拖到太阳下，率先遇到无惨的炭治郎想要找出有益于击杀无惨的情报，并将其传递给大家。我还不能死，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而在交手的瞬间，炭治郎两人便意识到这是何等强大的敌人。无惨的手臂仿佛是两把伸缩自如的利刃，攻击的范围极其骇人，肉眼已追不上攻击，只能凭借感觉去躲避。可即便面对如此局面，炭治郎竟还穿过层层攻击，最终来到了无惨的面前。可就当炭治郎以为自己躲避了无惨的攻击之时，一道更凌厉的攻击已落在炭治郎的身上，而炭治郎甚至未能感觉到此次的攻击。虽然富冈及时出手将炭治郎救下，可此时他们所在的区域没有丝毫用来躲藏的物品，并且无惨很清楚这些家伙是想拖到太阳升起。可在这毫无光照的城内，仅凭3个柱怎么可能做到？随后无惨便将通过明女视角所看到的场景告知炭治郎，穿条纹羽织的柱和女性柱都已经被我的部下干掉了。当无惨的攻击再度袭来，炭治郎立即脱离富冈的保护。受伤的炭治郎知晓自己会拖后腿，所以他不能连富冈先生的性命都危及。即便被砍下一只眼睛又怎么样？我是凭气味识物的，用气味辨别通透的世界。可无惨攻击的速度实在太快，炭治郎的呼吸已经跟不上，并且因为注意力全部放在躲避攻击上，未能注意周围状况的炭治郎撞到了墙上。当无惨的攻击再度袭来之时，此时的炭治郎已无法躲避，同时富冈距离的太远，根本无法及时赶到。当炭治郎即将陨落之时，本已死亡的甘露寺却在此时进入战场。同时情报中本已死亡的小巴内同样出现在战场上，并将炭治郎从无惨的攻击下救了出来。本已死亡的2位柱相继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这让无惨很愤怒。明女，你这家伙究竟在干些什么？原来御史郎此时已经操控了明女的视觉，而此前无惨所看见的甘露寺与小巴内死亡的场景，也都是御史郎改变了明女的视觉。无惨，你犯下了这世上最深重的罪孽，你从我这里夺走了朱氏小姐，我要你忏悔下跪，我现在就要把你传送到地面上去。整个无限城都因为明女的血鬼术而剧烈晃动，移动的压力几乎将人压扁。可无惨就在面前，必须设法攻击他。当真正与无惨交手之时，众主才意识到这是何等可怕的对手，比至今所遇见的任何一只鬼都要可怕。刑明先生能不能快点来呢？他不在身边，心里真的好没底。而且富冈先生比预想的要更加危机，御史郎所制定的假装所有柱都死去的计划已泡汤了。此前御史郎突然来到甘露寺的面前，我虽然是鬼，但也是同伴。如果你不是笨蛋，就立刻理解并协助我。我当然不是笨蛋，没问题。接下来那只琵琶鬼就交给我来对付，你只需要四处乱跑，充当诱饵，吸引他的注意力。我会接近他，并夺取那个女人的视觉，之后侵入他的大脑，解除无惨的支配，连同他的思维也一并夺取，让无惨误以为其他柱和鬼杀队成员都死掉后，暗中集结同伴一起发动最后的总攻。而听到御史郎计划的甘露寺非常震惊，连这种事情也能做到吗？实在是太帅了。此时无惨虽然看不见明女的视角，但他立即便感知到明女的身边有人，同时立即意识到那是朱氏身边的那个鬼。意识到此时的情况后，无惨以蛮力强行夺回几乎被全数解除的支配，并且连御史郎的细胞都在被吸收，决定无惨是否能来到地面上的关键因素。两人都在全力夺取明女身体的控制权，而与
无惨孤身一人不同，筑级别的剑士在此时对无惨发动攻击，因为鬼杀对众人的攻击，无惨不能全身心投入对民女身体的控制权上，御史郎开始将无惨吞噬的效果压制了回去。可也正因为如此，在无惨明白自己无法夺取民女身体的控制权后，他竟选择直接将民女击杀。而因为民女的死亡，无限城即将坍塌，御史郎必须在民女细胞还没完全死亡的有限时间内，将无惨和剩下的队员全部转移到地面上去，否则在无限城坍塌后，除无惨之外的鬼杀队成员将会全部死亡。而也就在无限城坍塌的最后一刻，御史郎终于成功将无惨和剩下的队员全部转移到地面上。无限城彻底崩塌，鬼武士无惨终于被逼到地面上，斩杀无惨的机会就摆在面前。可此时距离太阳升起的时间还有1个半小时，而即便被逼到地面上，无惨自始至终也不觉得自己会输。对于自身强大实力的自信，他可不会觉得自己会被这些弱小的家伙拖至黎明。面对数位柱同时向自己发动攻击，而即便是砍向脖子的攻击，无惨也没有躲避。虽然知晓即便砍下脖子也不会死亡，但砍下脖子至少能造成一些削弱，可刀刃划过脖子却没有留下丝毫伤口。这样的场景令3位柱极其震撼，刀刃的确砍断了无惨的脖子，可这个怪物在被斩断的瞬间便完成了恢复，即便被斩断脖子也不会死亡，再生的速度又太快，这导致根本就不可能将无惨大卸8块，并且因为距离无惨太近，再次面对无惨攻击的甘露寺无法及时躲避。可就当无惨的攻击即将落在3位柱的身上之时，柱阶级以下的剑士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他们的面前，因为知晓自己绝不是无惨的对手，所以他们要尽可能的保护能够对无惨造成威胁的剑士。至今为止不知道被救过多少次了，要是没有他们，我们早该丧命了。不要畏缩，成为柱的肉盾保护他们。再次站起来的炭治郎本想和众多剑士一起进攻，可没走几步的炭治郎便再次倒在了地上。原来被无惨攻击的人当场死亡便算是幸运的，就算没能当场毙命，被无惨伤到的人同样难逃一死。我会在攻击中混入自己的血液，而我的血液不会把你们变成鬼，那大量的血液会像猛毒一样破坏你们的细胞。看看那个吧，灶门炭治郎就要死亡了。而在祢豆子的脑海中，父亲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快醒醒，祢豆子，炭治郎有危险！本在沉睡中的祢豆子突然醒来，并且以玲珑老师都不曾反应的速度冲了出去。得知消息的灰利哉毫无头绪，难不成是被无惨操控了？可他本就没有受到无惨的控制，可若是让鬼变回人类的药物起效了，左近次应该能当场拦住他。正当灰利哉想要派人追上祢豆子之时，一双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同时父亲的声音回响在耳畔：不用管祢豆子，就让他随心所欲的去吧。此时紧随其后的玲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追不上祢豆子，而祢豆子正在按照父亲的指引前往炭治郎所在的战场。当祢豆子从悬崖一跃而下，玲珑就此失去了祢豆子的踪迹，并且在看见祢豆子直接跳下去后，玲珑怀疑难不成变回人类的药物并没有起效吗？此时与无惨决战的战场，因为无惨的速度实在太快，即便3位柱联手也奈何不了他。在这高强度的战斗中，甘露寺终究未能完全躲避攻击，被无惨击中。当无惨的攻击再度袭来之时，甘露寺已无力躲避，迎接他的只有死亡的命运。而就当无惨的攻击即将击杀甘露寺之时，一道攻击在此时出现，击溃了无惨的攻击。鬼杀队的最强之柱岩柱悲鸣与刑明终于赶到战场，同时不死川将无惨的身体劈成2半，同时将装满油的瓶子扔向无惨，随后点燃火种，烈火瞬间将无惨覆盖。虽然这样的招式不足以击溃无惨，可只要能对其造成削弱，任何攻击都值得一试。而在战斗中的富冈看到了村田的身影，村田，炭治郎受伤了，快带他去安全的地方治疗。被叫出名字的村田没有想到富冈居然还记得自己的名字，虽然如今在队中远不是一个级别的存在，但他们当初是参加的同一届的队士选拔。而此时陷入昏迷的炭治郎继承了来自先祖的记忆，在记忆中炭治郎再次见到了那位使用日之呼吸的最强剑士纪国元一。无惨虽然已经被逼到地面上，可继承日之呼吸的炭治郎却因为无惨的血液即将死亡，而在这濒死的状态下，炭治郎继承了来自先祖的记忆。在记忆中，炭治郎再次见到那位起始呼吸的缔造者纪国元一。元一的心中很是苦恼，所以他想找人倾诉。元一思考了很久，脑海中浮现的是炭吉和朱弥子的脸。炭治郎本想询问有关日之呼吸的第13种招式，却没想到说出了完全不同的话语。那一刻，炭治郎意识到自己只是这段记忆的旁观者，根本无法进行干涉。见到炭吉过得很幸福，元一也很高兴。看着幸福的人们，自己也会产生幸福感。在元一看来，这世上有着各种各样美好的事物，仅仅是能降生在这个世上，我就很幸福了。回想起母亲的元一久违地露出柔和的表情。我的母亲是个十分虔诚的人，她希望这世上再无纷争，每天不断为此进行祈祷。因为我持续数年的时间不曾开口说话，她为我操心不少，但她依旧祈求太阳的神明温暖地照耀着我失聪的双耳，甚至为我制作了耳环状的护身符。我的兄长也是个十分温柔的人，他一直都很挂念我。明明因为不听父亲的命令来找我玩而被打，可第2天他依旧来到我的门前，甚至制作了一根笛子送给我。他用肿胀的脸颊笑着对我说，如果需要帮助就吹响它，哥哥我马上就会赶来帮你，所以你什么都不需要担心。因为知晓自己是不祥之子，所以在母亲病逝后，元一立即就离开了家，而元一也不曾按照父亲的指令前往寺庙。元一想在这广袤无垠的天空下尽情奔跑，在奔跑的状态下持续了1天1夜，可元一不曾因疲劳而停止步伐。当元一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跑到了有着整洁麦田的地方，有着
着一位少女孤零零地站在那里，那是个与元一同龄的女孩，她拿着木桶长时间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奇的元一询问少女在干什么，原来少女的家人全部因为流行病而逝去，仅剩的少女觉得一个人很孤单，所以她想把稻田里的蝌蚪带回家。女孩这么说着说着又不动了，直到黄昏之时，少女却把桶里的蝌蚪又放了回去。元一很是疑惑，你不把他们带回家了吗？因为知晓与亲人分别的痛苦，所以少女觉得这些被迫离开家人的孩子很可怜。那时的元一瞬间做出决定，对少女说道：那我和你一起回家吧。少女的眼中湿润，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的男孩，那是个名叫雨多的少女。和沉默寡言的元一不同，雨多是个从早到晚都很能说的女孩，而也多亏了雨多，元一终于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看到的世界完全不一样，并且雨多从未听说过有能透视生物身体的人。那一刻，元一似乎模糊地明白了自己被疏远的原因，而雨多是将断线风筝一般的元一紧紧握住的人。10年后的两人结为夫妻，在雨多即将临盆之时，为了应付分娩，元一出门去寻找产婆。元一本打算在日落之前回家，途中却遇见了想要翻越3座大山的老人。他明明心脏不好，却着急前往因战争而负伤濒死的儿子身边。好心的元一将老人送到他儿子那里，并决定明天再去找产婆。但元一往家赶时，夜幕早已降临。而回到家中的元一看到了唯有妻儿的尸体。元一整整10天都茫然地抱着妻儿的遗骸，直到追寻鬼的踪迹的剑士来到这里，对他说：不为这2人悼念的话多可怜啊！明明是自己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可旁人却能轻易地将其摧毁践踏。我的梦想就是和家人平静地生活在一起，住在小一点的房子里面，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并榻而卧，刚好能看到爱人的脸的距离，只要伸出手就能握住的距离，只要那样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可即便是这样的愿望都无法实现，只因为这世上有着不合理的存在。于是我成为了猎鬼者。虽然追杀鬼的人自古就存在，但是他们之中没有人能使用呼吸。于是我就教了他们方法。那些被称为猪的剑士非常优秀，他们在原本使用的剑术基础上使用呼吸法，力量取得了飞跃性的提升。猎鬼者获得了压倒性的力量。我的兄长也因为部下被鬼杀害加入了我们，并且在那不久之后，元一与无惨终于相遇，并且在见到无惨的瞬间，元一便意识到自己就是为了打倒这个男人而诞生于世的。这是无惨与元一的第一次相遇，在见到无惨的瞬间，元一便明白自己就是为了打倒这个男人而诞生于世的。初见之时的无惨全身散发着暴虐的生命气息，如同所喷发的岩浆一般，试图将自己所遇到的一切全部吞噬，并且见识过使用呼吸法剑士的无惨对元一并不感兴趣，随手施展攻击想要将元一斩杀。无惨的攻击速度特别快，连攻击的范围也广得惊人。见识到无惨攻击的元一意识到，这样的攻击哪怕被擦到一下都可能当场身亡。那是元一自出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背后发凉的感觉，并且通过通透世界，元一清楚地看见无惨竟有着5个大脑和7颗心脏。而与此同时，元一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剑技，出手的瞬间便将无惨大卸8块。而看到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再生的无惨一时间不知所措。无惨用断臂勉强支撑着已被元一砍下的头颅，却怎么都接不回脖子上去。由此可见，即便是面对鬼的师祖，鹤刀也一样能对其造成有效的杀伤力。而元一有个问题，无论如何也想无惨给出答案：你把生命当成了什么？早已被愤怒吞噬的无惨并没有回答元一的问题，只是恶狠狠地盯着元一，并且因为极致的愤怒，无惨的脸已经变成了红黑色。知晓无法从无惨那里得知情报的元一，把目光转向了与他同行的那个女鬼。他完全没有想要解救同伴的意思，而是微微前倾着身体，瞪大了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被元一斩首的无惨。奇怪的是，元一在那女子的眼中甚至看到了忽隐忽现的希望之光。于是元一打算先不管那少女，打算给予无惨最后一击。可就当元一刚刚迈出脚步，无惨的口中便发出了牙齿被咬碎的声音，并且在下一个瞬间，无惨的身体突然爆裂开来。面对那爆散而出的1800多片的碎肉，全力挥刀的元一也只砍掉了其中的1500多片，有些尺寸过小的碎肉得以侥幸逃脱，全部加起来大概有一颗人头大小。事后的元一呆在原地，而一旁的少女发出既像惨叫又似嚎哭的悲鸣后，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明明只差一点，就只差那么一点啊！她居然连脖子的弱点都已经克服了。鬼舞师无惨，为什么你这损人利己的家伙就是不肯去死呢？当元一再次来到少女的面前之时，他才诧异地意识到面前的剑士竟没有将自己击杀。当元一打算安抚着惊慌失措的女孩之时，他却突然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有关无惨的事情。鬼舞师无惨很可能在你离世之前都不会再轻易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了。为此，元一表示希望这位因无惨极度虚弱而摆脱控制的少女能够协助自己击杀无惨。他一开始还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答应了元一。而这少女便是朱氏。在那之后，元一从匆忙赶来的伙伴们口中得知，自己的哥哥竟变成了鬼。而元一因为没能击杀无惨以及故意放走朱氏，和哥哥变成鬼这3罪并罚之下被赶出鬼杀队。当时队伍中甚至出现了让元一切腹谢罪的声音。多亏当时以6岁之身继任鬼杀队的当家主公为我解围，我才得以活着离开鬼杀队，而让一个刚失去父亲的孩子为自己劳心费神。这让元一觉得自己非常对不起他。元一觉得自己很可能是为了斩杀无惨，才得以远强于普通人的形式降生到这个世上来的。可到头来我却失败了。今后还会有很多人因
因为我的失败而被鬼夺去生命，我对不起他们。发生在元一身上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炭治郎根本想不到用什么话来安慰他。炭治郎本想自己的先祖炭吉能够说出什么话来安慰他一下，然而等来的却只有长久的沉默。两人都想为眼前这位早已满心伤痕的人做些什么，可他们却无能为力。直到孩子来到元一的面前想要抱抱，看着那被抱起的孩子的灿烂笑容，元一的泪水抑制不住的流淌。斩杀无惨的使命自己未能完成，但自己也不过是岁月长河中极其普通的一员。自己未能完成的使命，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有孩子超越自己，完成斩杀无惨的使命。此时与无惨决战的众剑士被全面压制，邢明本想再次去窥探那通透的世界，可在无惨不断加快的攻击下根本没有机会。其他几位柱仅是躲避攻击便已使出浑身解数，而甘露寺此时已经完全看不清无惨攻击的轨迹，纯粹是在凭借直觉和运气进行躲避。他很清楚这样下去自己会被第一个击杀，所以甘露寺想在死亡之前派上用场，准备抱着必死的决心拼一把。但他也不知道这舍命一击能否拖住无惨的步伐。相比于单纯的斩击，近身会不会更有利于限制无惨的行动呢？可明明躲过攻击的甘露寺却感觉脚下被什么吸住，下一刻无惨的攻击便落在了他的身上。小巴内立即来到甘露寺的身边，其他几位柱主动出击阻拦无惨的攻击。小巴内立即让后勤部队带着甘露寺去治疗，可甘露寺却不想离开战场，自己还没有派上用场，这次我一定会想方设法不拖大家后腿的。不要这样，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可在甘露寺看来，自己还没有帮上大家，就这样离开战场，自己会死不瞑目的。看见离去的小巴内，甘露寺的泪水抑制不住的流淌。他很清楚此次的分别也许便是天人永隔。小巴内也很想回应甘露寺，可他深知自己根本不配。如果这世上没有名为鬼的生物，那会有多少人能因此享受到本该属于他们的人生？如果能与你邂逅在一个没有鬼的世界，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但在那之前，我必须死掉一次，换掉这具承载着污秽血液的肉体，否则我根本没有资格站在你的身边。出生在一个极恶家族的小巴内，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资格站在甘露寺的身边，自己必须先死掉一次，换掉这一身污秽的血液。那时小巴内才有资格站在甘露寺的身边，说出我喜欢你这句话。在一个只有女子出生的家族，时隔整整300多年，小巴内诞生了。可从小巴内出生起，他便被关在牢房里。虽然自己的族人不断对自己献殷勤，每天都会端着各种大餐送到牢房里，可那个牢房连个窗户都没有，食物的油腥味熏的小巴内一个劲的反胃，并且每到夜晚之时，小巴内便会听见有什么体型巨大的动物爬来爬去的声音。直到年满12岁的小巴内第一次离开牢房，被带到一个奢华而明亮的房间，而端坐在灵台之上的是一个人手蛇身的怪物。在见到他的一瞬间，小巴内便明白，总在夜晚观察自己的肯定就是这只怪物。那一刻，小巴内才知晓自己的命运，自己是作为祭品献给了这个怪物。原来这300多年来，小巴内的家族都是靠这只鬼在杀害他人后抢来的钱财度日，作为代价则是要献出自己的孩子。由于小巴内是族内罕见的男孩，并且有着异于常人的眼睛，所以这只鬼对小巴内很感兴趣，打算将小巴内养大一点再吃掉。在女鬼做出让小巴内再活一段时间的决定后，表示要让小巴内拥有和自己一样的相貌，所以命人用刀割开了小巴内的嘴。再次回到牢房的小巴内，满脑子都是逃跑和求生的想法。于是小巴内开始用簪子刨起木栅栏门。从那天起，会不会被发现的恐惧就无时无刻折磨着小巴内。只有迷路爬进来的滴丸成为了小巴内唯一信任的生物。而在小巴内日复一日的努力之下，小巴内竟真的成功逃离了牢房。可就在小巴内逃离不久后，那只鬼便追了上来。当小巴内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之时，岩柱及时赶来将鬼击杀，救下了小巴内。岩柱带着小巴内找到了全族上下唯一存活的表姐，然而表姐却对小巴内恶语相向，都是你的错，都是因为你逃跑，大家才会被杀掉，因为你族人全部死亡，你为什么要逃跑？既然身为祭品，就应该乖乖被吃掉才对。表姐的话语虽然没有半点合理性可言，可即便如此也狠狠伤了小巴内的心。小巴内并不是完全没有想过自己逃走后自己的族人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然而为了活下去，小巴内依旧是逃走了。身为人渣一族后代的我同样也是人渣，背负着太多罪孽的我没有再奢求平凡的人生，我把自己无处发泄的情感全部投向了鬼，全心全意的去憎恨他们，斩杀他们。而这种赌上性命为他人而战的行为，甚至让我有种自己似乎变好一些的想法。可即便如此，那满眼怨恨早已腐烂生蛆的族人们却始终死死地拖拽着我，让我始终寸步难行。所以我想在击杀无惨后死去，希望这能使我体内的污秽血液得到净化。如果能在已经没有鬼的世界中转世为人，并再次与你邂逅，我一定会对你说出我喜欢你这句话。与无惨的最终决战终究拉开序幕。虽然面前的几位柱比无惨预想的更加难缠，但无惨很清楚，面前的几人很快便会因为自己血液的侵蚀而死亡。而就在此时，查查丸介入战斗。无惨虽及时对这突然出现的变数发动攻击，但查查丸所携带的药物还是及时发射出去。当几位柱因为被未知的攻击击中而暗道不妙之时，下一刻他们却发现自己那因为无惨血液而崩坏的细胞在逐渐恢复，脉搏的混乱和身体的剧痛得到明显缓解。虽然只能暂时缓解症状，但也足以让众人继续战斗下去。而无惨很清楚，
这又是朱氏那个女人搞的鬼，居然连可以阻止细胞破坏人体的血清都弄出来了。愤怒的吴惨全力对众人出手，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干脆的咽气吧！你们这些无趣的家伙！为击杀一位上弦的小巴内深知自己的贡献远不如其他几位主，他想设法做出对吴惨有效的攻击，并且他很清楚，面对死亡威胁的生物往往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用当时顶多拿得动筷子的平弱双手，仅凭一根发簪刨断了牢房的木栅栏的我深深的明白这个道理。而石头也在弥留之际用自己的行动向众人证明，无论刀身的颜色如何，都可以人为的使其变成红色，并且从事后信押所提供的情报来看，当时石头能做到的只有死死握住日轮刀这一件事。所以小巴内猜测，会不会是受到巨大的冲击，导致了日轮刀的温度急剧上升，并且使刀刃变红的？8成是只有在面对死亡威胁时才能发挥出来的。看透一切的小巴内将自己的力量全部用在了握刀上，终于成功将自己的日轮刀变成了红色。可在日轮刀变红后，小巴内立即便意识到自己将一切搞砸了。小巴内的视野中突然泛起一阵白雾，一心想要对吴惨造成更加有效的伤害，结果在激发鹤刀之时操之过急，把所有力量全部转为握刀的小巴内即将因为缺氧而昏过去。小巴内很清楚，没有一个人倒下去都会使其他人身上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而吴惨的攻势也将变得更加密集。明明自己要连着甘露寺那份一起战斗下去，可此时除了双手以外的其他地方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可在吴惨必杀的攻击之下，不能移动的小巴内却来到了空中，并且在吴惨不曾察觉的情况下，自己的手臂竟被人砍下。而这奇怪的断面让吴惨很清楚，这不是面前几个家伙所能造成的伤口。那个男人虽将自己的日轮刀变成了红色，但他的刀刃也不可能凭空变长击中我，并且刚才他在半空中的闪避轨迹也很奇怪。当吴惨的身躯数次被这样的斩击击中后，吴惨已判断出攻击自己的武器形态，斩断肢体的武器并不锋利，甚至有些参差不齐。虽然肉眼看不见，但确实有人出现在了战场上。虽借助御史郎的血鬼术掩盖了身影，可扬起的尘埃以及行动时发出的风声，已足以让吴惨确认几人的行踪。再次发动攻击的吴惨破坏了几人的隐身状态，虽早已预料到会被吴惨发现，可任谁也没想到会这么快。但好在伊之助的身上带了用来隐身的符咒，当吴惨分神之际，小巴内的攻击砍下了吴惨的身躯。而即便是吴惨的身躯在被鹤刀砍伤后再生速度也会下降，因为香奈乎等人加入战斗，小巴内的鹤刀也对吴惨有着压制作用。得到些许喘息时间的邢明终于有机会施展那一招，将自己的武器相互碰撞，竟也成功将自己的武器变成了红色。虽然知晓这样方法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可变红的武器终究能够对吴惨造成更加有效的伤害。而目睹一切的不死川立即让富冈接招，在这样的碰撞下，两人的日轮刀竟也变成了红色。虽然距离太阳升起的时间还有1个小时，可众人有信心将吴惨拖到太阳升起。刀身之间的相互碰撞，鬼杀队众人的日轮刀终于变成了红色。而变红的日轮刀，即便是身为鬼王的吴惨也能对其造成有效的伤害，并且在御史郎血鬼术的帮助下，鬼杀队众人进入隐身状态。虽然吴惨的实力无比强大，距离太阳升起也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可鬼杀队众人有信心将吴惨拖至太阳升起的那一刻。为了能够击败吴惨，邢明想要再次进入通透世界。而进入通透世界的邢明惊讶地发现，吴惨竟有复数的心脏和大脑。看此情况的邢明立即便意识到，这也许便是吴惨即便被砍下脖子也不会死亡的原因，并且吴惨的心脏和大脑还在体内进行移动，在不确认位置的情况下很难进行狙杀。但如果有人也和我一样能够透视他的身体，并配合我同时对那12处发动攻击的话，就有可能击杀吴惨。随后邢明立即让众人尝试能不能透视吴惨的身体。得到讯息的小巴内全身心地观察吴惨的身体，竟真有一瞬间看穿了吴惨的身躯。可就当众人以为击杀吴惨的机会便摆在面前之时，随着一声巨响，吴惨周围的剑士全部消失，最强之柱岩柱悲鸣与邢明被砍下一条腿，富冈失去了一条手臂，小巴内也遭受重创，唯有香奈乎还留在吴惨的面前。此前吴惨的攻击实在太快，快到所有人都未能反应过来。当吴惨逐渐靠近香奈乎，香奈乎虽知晓自己必须杀掉这个怪物，可站立的身体连行动都无法做到。大家都是因为面前的怪物才失去了挚爱的家人，为了大家今后能过上平安的生活，为了让大家不再经历那些痛苦的回忆，我就算死也要杀掉他，我一定可以像姐姐他们一样战斗到最后一刻。当吴惨的攻击即将夺取香奈乎的性命之时，一道火光出现挡下了吴惨的攻击。此前因为吴惨血液侵蚀即将死亡的炭治郎，如今再次回归战场，而炭治郎如今这丑陋的模样，吴惨一时间都分不清究竟谁才是鬼了呢。并且在炭治郎的身上，吴惨隐约见到了那个自己不愿想起的男人的身影。而获得传承记忆的炭治郎也知晓一切到了终结的时刻，无数次的使用日之呼吸，只要看过一遍正确的演示，理解程度便会有质的飞跃。在亲眼见识过最强剑士纪国元一的招式后，炭治郎立即便注意到自己那些多余的动作。元一先生是个稳重而朴素的人，是一旦猪米子软磨硬泡想要看招式，就会演示给他们看的温柔的人。日之呼吸的招式美到让人忘却呼吸，施展剑术的元一看起来更像是某种精灵。在分别之际，炭吉虽对元一说有空再来玩，可元一却将自己的耳饰送给了炭吉。那时炭吉很清楚，元一先生今后应该再也不会来了。
而看着那渐行渐远、令人悲伤的背景，叹吉的泪水抑制不住地涌了出来。元一先生，我们会用您所救下的性命将您的呼吸传递下去。您绝不是毫无价值的人，千万不要想自己一事无成什么的。我绝不许任何人这么说。我向您发誓，必将这幅耳饰和日之呼吸传给后人。在得到叹吉的话后，元一的心中似乎得到一丝释怀。在道谢之后，便告别了叹吉。在得知一切真相的炭治郎很感谢元一先生，若是没有元一先生帮助自己的祖先，自己便无法诞生于世。因为你相信朱氏小姐并放走了他，而多亏了他的协助，我们才能将无惨逼至这般地步。因为你所演示的日之呼吸的招式，我才得以在此战斗。12种招式历经100年，却仍以不可思议的正确性流传至今。记忆中元一所演示的招式也是12个。对于岩柱所说的第13种招式，炭治郎一直在思考，并且对招式的名称也很在意。元武和岩武的招式发音相同，并且父亲也曾和炭治郎说过，若是呼吸的方式正确，炭治郎也能够一直跳下去。父亲的火之神乐舞一直跳到黎明，从未间断。而如今在见到无惨的身体构造后，炭治郎更加确信，将日之呼吸的12种招式连贯的使出，形成的轮回可能就是所谓的第13式战绩。炭治郎此时要做的，就是在躲避无惨攻击的同时，不断的将日之呼吸的12种招式连贯的使出。但自己并没有元一先生和爸爸那精明的头脑，也不知晓自己的性命能否支撑到太阳升起的那一刻，更不敢想象如果无惨再次逃走，自己能否将其阻拦。想到这一切的炭治郎也终于明白，为什么颠兽郎会突然失去信心，连元一先生都未能做到的事情，自己真的能做到吗？可即便如此，炭治郎也要竭尽所能的将无惨拖至太阳升起的那一刻。而在战斗中的炭治郎也终于看见了众人战败的原因，从无惨大腿两侧伸出来的8根触手，速度远在背后的9根触手之上，并且无惨可以随意变化自己的肉体。如果认为他只是处在原地，就很可能受到来自意想不到角度的攻击。而炭治郎的招式也如预想的一般连贯的使出，日之呼吸的招式果然便是如此设计的。当无惨终于意识到的那一刻，他的肉身已经至少衰老了9000岁。随着炭治郎接二连三躲过自己的致命攻击，无惨也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他那迟缓的动作毫无半点神采可言，可为什么至今自己还是未将这羸弱的家伙斩杀？那一刻，无惨立即便意识到是自己的速度降低了，并很快推断出这一切绝对都是朱氏那个女人搞的鬼。在读取朱氏细胞中的记忆后，无惨得知了让自己无比震惊的消息。自己的肉身正在以每分钟50年的速度衰老，即便最保守的估计，自己的肉身也已经至少衰老了9000年。此前陷入濒死状态的炭治郎再次回归战场，并且从传承记忆中亲眼目睹了纪国元一所使用的日之呼吸的招式，实力得到再度觉醒的炭治郎，即便面对无惨也有了招架之力。无惨很清楚，那些从鬼门关前走过一遭的生物都会变得更加强韧，为了规避可能到来的死亡，肉体会将那些日常生存用不到的感觉与力量之门全部打开。而成功打开力量之门的炭治郎获得了足以与无惨战斗的实力，即便在没有妹妹血鬼术的加持下，依旧将日轮刀变成了红色。可即便如此，众人所展现出的实力在无惨看来依旧远远不够。曾见识过最强剑士纪国元一面前，这些家伙的实力远远不及那个男人。由那个男人手中鹤刀所发出的斩击，可绝没有如此软绵无力。此时不断努力将日之呼吸连贯使出的炭治郎，终于将呼吸法连贯的使出一半。可即便如此，也不足以对无惨造成威胁。无惨的心脏和大脑在体内不断移位，而炭治郎的攻击被完全压制，根本无法伤及无惨的躯体，并且在如此高强度的战斗下，炭治郎的肺叶仿佛被人不断殴打，手脚也好像要被硬生生扯断一样剧痛，心脏更是下一秒就会爆炸。可此时距离太阳升起的时间还有1个小时，自己必须拖住无惨，把所有的精神力全部集中在对付无惨上，不再去想任何无关紧要的东西，拼尽全力反复使出战技，奔着日出的那一刻，能多拖1秒就是1秒。可即便如此，无惨依旧意识到炭治郎的招式逐渐失去准头，鹤刀的状态想必很快便会解除。果然只有如此程度吗？但这也是理所当然，毕竟那个男人可是万年一遇的怪物。可当无惨接二连三的使出致命攻击，想要夺走炭治郎的性命之时，却发现自己的攻击竟相继被炭治郎躲过。目睹一切的无惨终于意识到不对劲，早已是伤痕累累的身体，迟缓的动作毫无半点神采可言。身为人类的他，运动越是剧烈，体力消耗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势必也越明显。可为什么自己会杀不掉这个体力所剩无几，而且还已经身负重伤的人类呢？那一刻，无惨立即意识到，是自己的速度也大幅度降低了。如果不是这样，自己绝不可能在1v1的战斗中浪费这么多时间，更不可能在动杀心的情况下接连失手。同时，无惨很快便意识到，这一切绝对都是朱氏那个女人搞的鬼，必须尽快逼朱氏的细胞突出真相。你究竟干了什么？你注入我体内的并非只有让鬼变回人类的药物，想从我的口中得知真相吗？别做梦了，多动动你那些因为怕死而额外增值出来的脑子吧。知晓无法从朱氏这里得知真相的无惨，开始直接读取朱氏的记忆，记忆中是朱氏与蝴蝶共同研制药物的画面。同样擅长药物的蝴蝶给出建议，我们应该以毒素会被无惨分解为前提，立即着手进行复数药物混搭方面的研究。第一种是变回人类的药物，如果这种药没有发挥功效的话，
那就采取使用第二种能够强力奏效的药物，就像朱氏小姐研制出的这种毒素，可以每分钟使无惨的肉体老化整整50年。得知真相的无惨无比震惊，原来自己的肉身一直在持续老化，自己的力量一直在为了抵抗老化被持续消耗，所以才在击溃柱和如此程度的剑士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同时无惨在思考，朱氏是何时将药物注入自己的体内？4小时？不对，应该是在5小时前。即便他是在第一种药物被分解之后才开始生效，这种药物也已经在自己体内作用3个多小时了。而当无惨终于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刻，他的肉身已经至少衰老了9000年。此时的炭治郎继续对无惨发动攻击，月之呼吸的招式不断落在无惨的身上，并且在无惨被不断削弱的情况下，炭治郎终于成功将日之呼吸的12种招式连贯的使出。随着无惨的肉身被朱氏的药物无限削弱，炭治郎也终于将日之呼吸的12种招式连贯的使出。此后炭治郎的目的便是在太阳升起之前，更加精确的不断重复发动日之呼吸的12种招式。可就当炭治郎想要集中精力再次进入通透世界之时，炭治郎的视野却开始变得模糊。在这高强度的战斗中，炭治郎即将因为缺氧陷入昏迷。当炭治郎即将被无惨击杀的那一刻，好在小巴内及时介入战场。可当炭治郎看见小巴内流淌着鲜血的面庞，炭治郎陷入自责：一黑先生，你的眼睛，我的眼睛在刚才就已经瞎了。另外，你不要总是惦记着别人。炭治郎本想掩护小巴内进行战斗，但小巴内立即回绝。虽然自己的双眼已经看不见，但有着滴丸在身边的小巴内依旧能够进行战斗。当无惨发动攻击想要将小巴内击杀之时，却没想到自己的攻击竟被这个双目失明的家伙挡住。随后无惨便发现是那条蛇在观察自己的动作之后，将情报告知了小巴内。而这样的事实让无惨更加愤怒，自己的进攻竟被区区畜生给看穿了吗？就算他们曾经受过以肢体残缺为前提的假想训练，但无惨也不至于沦落到连重伤人类都无法瞬杀的地步。是老化药物的影响，毒素还未被完全分解吗？自己已经浪费太多体力在自愈上了。此前众人的攻击早已大幅度削弱无惨的实力，虽然无惨身上的气味在不断变化，可这家伙依旧恐怖如斯。而炭治郎虽然扛过了缺氧，但眼下他已经没有余力再进入通透世界。而也就在此时，在无人触及无惨的情况下，他的身体上却出现了数道刀痕。而在看到那些刀痕的瞬间，炭治郎便明白了一切，那是数百年前元一先生留下的刀痕，他们并未痊愈，而是在这数百年的时间中不断灼烧着无惨的细胞。同时炭治郎立即便意识到，那些伤疤所在的地方便是无惨的弱点。初见元一之时的无惨觉得那个男人真的好弱，那个男人的身上没有丝毫的气息，可无惨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被这种男人所斩首，甚至自己不得不自爆逃走。而他手中鹤刀所留下的那些伤痕，在之后漫长的数百年时间，一刻不停地灼烧着我的肉体和细胞。真正的怪物不是我，而是那个男人纪国元一。实力被不断削弱的无惨，如今连隐藏体表伤痕都做不到，大家豁出性命争取来的时间，终于将无惨逼到这一步。我一定会战斗到最后一刻，亲手将无惨打入地狱的最深处。随着无惨将伤痕的位置转移，炭治郎意识到那便是心脏和大脑所在的位置，即便因为受到压制无法进入通透世界，也能直接狙击无惨的要害。炭治郎想要协助一黑拖住无惨，毕竟滴丸提供的帮助始终有限。很快炭治郎便想起了御史郎的符咒，有了这个小巴内便可以和滴丸共享视野。可就在此时，深知战局对自己越来越不利的无惨竟选择逃走。炭治郎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小巴内。突然得知这样消息的小巴内虽很诧异，但很快便明白过来，无惨不是拥有强烈自尊心的武士，也并非行动会被情感所左右的人类，而是一个完全执着于生存的生命体。眼下日出将近，生命受到威胁的他选择逃走也是理所当然。看着逐渐远去的无惨，炭治郎已经追不上，可炭治郎真的好不甘心，斩杀无惨的机会就在眼前，却在这最后一刻让他逃走了吗？无法追上无惨的炭治郎捡起地上的日轮刀向无惨扔去，而此时的无惨不得不对这样的攻击进行拦截。在身体被无限削弱的情况下，针对躯干的贯穿伤害要远比斩击危险得多。因为被炭治郎牵制，小巴内也终于及时赶到。此时炭治郎想要将符咒交给小巴内，有了这个便可以和滴丸共享视野，而无惨自然不会让他们得偿所愿，立即对炭治郎发动攻击。受攻击的炭治郎符咒从手中脱落。虽然炭治郎立即告诉小巴内符咒所在的位置，可那东西实在太小，小巴内根本感知不到符咒的存在。好在小巴内并不是一个人，滴丸成功接下符咒。虽然观察事物的角度与人类完全不同，但战斗起来终究要比此前顺手得多。而也就在此时，无惨竟感觉到自己呼吸困难，即便身为鬼之主的身体，如今也快要到达极限。与此同时，即将恢复人类之身的祢豆子也终于即将到达战场。随着无限城决战进入尾声，即将恢复人类之身的祢豆子终于来到战场。随着祢豆子逐渐靠近战场，人类之时的记忆开始浮现在祢豆子的脑海中。自己本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可那一天陌生的男子闯入自己的家中，将自己的幸福彻底摧毁。那是一个极度冷漠的男子，仿佛是人如草芥的冷漠。家人被杀的场景再次浮现在自己的面前，这让祢豆子无比愤怒。但好在，即便自己变成了鬼，
自己的哥哥也没有放弃自己，明明比自己大不了多少，却依然走上讨伐无惨的道路。祢豆子十分心疼自己的哥哥，但好在这坎坷的道路上，他们遇到了许多对他们释放善意的人，始终践行着身为柱职责的富冈，却放过了身为鬼的自己，以性命为自己担保的玲珑老师，同样身为鬼的朱氏小姐以及御史郎，一个吊儿郎当的黄毛小子，却非常认真地说着喜欢自己。鬼杀队最高阶级的几位剑士，在种种原因下，也接受了身为鬼的自己成为鬼杀队的一员。蝴蝶屋那些因为鬼而失去家人的孩子，在知晓自己是鬼的情况下，却依旧很照顾神志不清的我，即便自己并非人类之身，可一次又一次出生入死的并肩作战。鬼杀队的大家也逐渐接受了自己的存在，接受了自己是鬼杀队一员的身份，而最重要的是，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哥哥。知晓自己变成鬼，却依旧挺身而出保护自己，为了让自己变回人类，只身踏上一条无比艰辛的道路。放心吧，无论将来发生什么，哥哥我都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直到此时，祢豆子终于接受了变成鬼之时的所有记忆。我是灶门祢豆子，我的家人被鬼杀害了。此时与无惨决战的战场，炭治郎依旧紧紧咬住无惨不放，而无惨也感知到周围的那些家伙正在逐渐恢复生机。此前无惨的攻击并没能杀掉那些主，虽然受了致命伤，但却一个都没有死，并且在御史郎的治疗下逐渐恢复，显然是打算恢复意识后和我战斗到最后一刻。我之所以没能干掉他们，都是因为这家伙。不对，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是那个名为鬼杀队的混账组织，上下一心舍生忘死，才总算是把我逼到如今这般田地。此时距离太阳升起的时间还有35分钟，而无惨也不愿意再承担更多的风险了。做出决断的无惨立即打算自爆逃走，而接收传承记忆的炭治郎也立即明白无惨的意图。一黑先生，无惨打算自爆逃走，他正准备变成细小的肉片逃走，元一先生都未能将其全部拦截，所以炭治郎很清楚，一旦无惨成功自爆，鬼杀队此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可很快无惨便惊讶地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自爆，而无擦也立即便意识到，这绝对又是朱氏搞的鬼。也就是说，你总共在我体内注入了恢复人类之身、让身体老化以及妨碍我自爆3种药物吗？可下一秒无惨便口吐鲜血，应该是4种药物才对哦。在前3种药物将你的肉体削弱到一定程度之后，用于破坏细胞的药物便会开始生效。别着急，你最厌恶的死亡很快便会降临在你的身上了。无惨怎么也没有想到，朱氏竟在自己的体内注射了4种药物。知晓无惨实力强大的朱氏从一开始便改变了思路，我们没有必要变得比你更加强大，只要设法让你变得虚弱就好了。正如你为了活下去无所不用其极那样，我们为了杀掉你也是不择手段的。正常来说，鬼杀队众人的攻击本是毫无意义的，即便是鹤刀的斩击也无法对无惨造成任何威胁。可在朱氏精心准备的4种药物下，让那些原本隔靴搔痒的攻击也变成了极其有效的重击，终于将无惨逼入到如此绝境。无惨也没有想到朱氏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研制出效果如此恐怖的药物，并且因为是第一次遇见，即便是无惨分解起来也格外耗时。知晓再这样下去自己一定会死在这里，在绝境之下的无惨发动最后的反击，遭受冲击的炭治郎和小八内失去战斗能力。面对即将逃走的无惨，伊之助再次回归战场，看看你这家伙都做了些什么。为了保护俺们几个，念珠大哥的腿断了，中分小瓜大哥失去了手臂，还有那些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尸体，也都是和俺一起吃过饭的伙伴。还回来，把大哥们的手脚、伙伴们的性命全都还回来。如果你还不起，那就乖乖死伤个100万次来还债好了。同时恢复伤势的善意也加入战斗。炭治郎，现在除了活下去，你什么都不用想，你绝对不会死的。你的妹妹已经变回了人类，你一定会和变回人类的祢豆子回到养育你们的家乡去。炭治郎的神经因为无惨的血鬼术而陷入紊乱，不过炭治郎很快便想到，用日轮刀也许能够实现自救，瞄准内脏之间的间隙，避开重要的器官和血管，毫不犹豫地将日轮刀刺进自己的身体。而此时无惨的身体也达到极限，连手臂都抬不起来，身体像铅块一样沉重。可面前这些被自己击败的家伙，却一次又一次站了起来。只要还活着，鬼杀队的大家便会战斗到最后一刻，战斗到无惨停止呼吸的时刻。双方的身躯都已到达极限，而鬼杀队的大家更是凭借着毅力进行最后一战。善意的体力已经近乎透支，还有一条腿骨折，下次进攻将是善意还能勉强保持战绩威力的最后一击。可即便使出自己最强一击，没有鹤刀加持的日轮刀根本不足以对无惨造成重创。明明在被持续削弱的情况下，却依旧能够使出强有力的招式，而距离最近的伊之助已无法拦截无惨的攻击。好在炭治郎及时摆脱无惨血鬼术的影响，再次回归战场。再次与无惨交手的炭治郎立即便意识到，无惨双臂与触手的攻击速度都慢了很多，而此前所施展的冲击波也根本无法连续发动。释放过一次后，必须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进行蓄力。一旁的善意身体早已到达极限，却依旧想要对无惨发动攻击，因为众人一旦停止攻击，无惨便会乘机逃出升天。随便是什么战绩都好，只要能够伤到无惨。爷爷拜托你，
请狠狠地在我的后背上来上一击飞踹吧。本已到达极限的身躯，却再次突破肉体的上限，对无惨发动攻击。可重伤的身躯终究无法发挥战绩的全部威力。当善意再次全力使出霹雳一闪，却因为将所有体力全部用在攻击上而被无惨击中。但好在炭治郎及时出手，将无惨死死地钉在墙上。眼下炭治郎也已经没有余力再发动任何战绩，他要死死地将无惨钉在墙上，直至太阳升起的那一刻。此时突然出现的甘露寺抓住了无惨的双臂，你这家伙也差不多够了，那么多伙伴因为你失去了性命，你这家伙就这样乖乖服猪吧。随后更是仅凭自己的肉身力量便将无惨的双臂扯下。当无惨想要将炭治郎吞噬之时，虽知自己可能会因此而丧命，可炭治郎依旧没有躲避，一步都不能退，绝对不能让无惨逃走。而当炭治郎即将被咬中的那一刻，小巴内主动挡在了炭治郎的面前。在众人全身心投入战斗之时，迟到许久的阳光终于在此时升起。当众人意识到的那一刻，迟到千年的阳光终于在此时升起。看见那逐渐升起的阳光，无惨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目光，自己竟真的被这些弱小的家伙拖到太阳升起的那一刻。生命受到威胁的无惨发动最后的反击，无惨周围的剑士被悉数打飞了出去。炭治郎虽失去了一条手臂，却依旧紧紧地握住日轮刀，甚至想以一条手臂的情况下再次让日轮刀变成红色，可本就是体力透支的状态，再加之失去了一条手臂，此时的握力根本不足以让日轮刀变成红色。而就在此时，一只手握住了炭治郎的日轮刀，那是同样失去一条手臂的富冈义勇。同样到达极限的两人却再次爆发出惊人的力量，竟成功让日轮刀再次变成红色。变红的日轮刀不断灼烧无惨的身体，并且太阳也在缓缓升起，被日光照射的地方正在不断分解。如此危机的情况，若是单纯的收缩体型，怕是瞬间便会化为灰烬。所以无惨立即施展出肉之铠甲来保护自己的本体。而距离最近的炭治郎竟不小心被那逐渐膨胀的铠甲吞噬。在肉体不断分解的危机状态下，无惨想要找到阴影处躲避阳光的照射。鬼杀队的大家立即便意识到无惨的目的，采取所有能够施展的手段阻拦无惨的步伐。众人都很清楚，一夜的激战，重伤的柱们已经无力再战了，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要退缩，不止一次的被他们所保护。现在轮到我们站在他们的前面，半步都不要退，死死的顶住他。只要大家一起，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此时恢复伤势的石迷再次回归战场，可终究是重伤的身躯，加之体力早已透支到极限，仅是全力施展一次攻击后，便再次倒在了地上。同时邢明用锁链锁住无惨的身体，数百年的时光才再次迎来这斩杀无惨的机会，绝对不能让他逃走。被锁链困住的无惨知晓自己没办法直接逃走，所以打算钻入地底躲避阳光的照射。富冈立即施展战技进行阻拦，可单手施展的斩击威力终究太弱。风柱与蛇柱也在此时发动攻击，可终究都未能阻拦无惨的步伐。困住无惨的锁链被硬生生的扯断，可这已经是鬼杀队众人所能够做到的极限。明明就差一点便能击杀无惨，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从自己的面前逃走。而也就在此时，被困在肉之铠甲中的炭治郎再次发力，仅是凭借单手便再次让日轮刀变成了红色。变红的日轮刀灼烧着无惨的身体，不仅阻止了无惨逃亡的步伐，也让无惨完全暴露在了阳光下。随着太阳的完全升起，无惨终于在阳光下化为灰烬。随着无惨在阳光下化为灰烬，鬼杀队与无惨持续千年的恩怨终于在此时画上句号。所有人都是喜极而泣，虽然付出了无比沉重的代价，但终究是将那个怪物彻底消灭。不过战斗依旧还没有结束，都打起精神来，快去帮忙救治伤员。当后勤人员来到邢明的身边，邢明却拒绝接受治疗，别把药用在我的身上。邢明很清楚自己的身体，这只是在白白浪费珍贵的药物，去帮助其他更年轻的人吧。而在弥留之际，曾经寺庙中的孩子再次出现在邢明的面前。这些年来，他们一直都想为那晚的事情向邢明道歉。我们害老师伤心了，对吧？但那晚我们并不是为了逃跑而跑出寺庙的，我们知道老师你的眼睛看不见，所以想去拿那些放在外面的农具和鬼拼命。我们是想去叫其他大人来帮忙，对不起，我们不该将快月赶出寺庙的。但大家之所以赶走他也是有原因的，本以为等到第二天一早就可以告诉你了，可没想到发生了那样的事情，真的很对不起。得知真相的邢明却想着是自己没能保护好这些孩子，不要道歉，我们最喜欢老师了，所以我们一直都在等你。一旁的小巴内紧紧地抱着甘露寺，一黑先生，我们赢了吗？咱们赢了，无惨已经死亡了，那实在是太好了。而此时的甘露寺已经感觉不到身上的疼痛了，看来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呢。而小巴内同样如此，我也差不多了，所以你不要怕，你绝不会孤单一人。可人家不希望一黑先生死掉，我果然还是没有派上多大用场啊，才没有这种事情呢。请千万不要这么说自己，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吗？是一黑先生帮助了不小心在主公府邸里迷路的我，恰恰相反哦，正因为那天偶遇的你是个看起来如此普通的女孩子，我才得到了救赎。你有着银铃般动听的笑声，会为了一点小事而惊慌失措，明明历经无数艰辛的试炼才终于晋升为柱，可你却依旧如此乐观。跟你聊天别提多让人开心了，让人隐隐有着自己仿佛变回个普通青年的幸福感。相信其他柱们也一定是这样想的吧？你那近乎无限的开朗与善良，在无形中拯救了无数颗伤痕累累的心，所以挺起胸膛来吧，只要有我在，谁都别想说你一句坏话。一黑先生，人家真的好开心，我真的好喜欢一黑先生。和一黑先生坐在一起时吃的饭菜最香了，因为一黑先生永远都在用超级温柔的眼神注视着人家。一黑先生，拜托你，如果蜜梨还有下辈子的话，
还能再转世为人的话，可以请你娶蜜离为妻吗？当然，只要你不嫌弃我就好。下辈子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让你度过幸福美满的一生。而此时的玄米也见到了自己的弟弟妹妹，同时有些疑惑地询问：妈妈，你干嘛不去那边呀？可黑暗中却传来期待、畏惧又无奈的声音：妈妈不能去那边。石米主动拉住妈妈的手：你在胡说什么呀？咱们一起过去那边吧。不行的，妈妈，我真的不能去他们那边，我伤害了自己的亲生孩子，所以我……知晓母亲担忧的石迷立即表示：那我陪你一起走吧。要是我去得太早的话，玄迷那臭小子一定会伤心的，就让我陪你一起下地狱吧。可此时父亲却出现，将两人分开。无论是这边还是那边，都不是你该去的地方，你可是老子的孩子，身子骨结实着呢。而重伤的富冈还不曾接受治疗，便到处寻找炭治郎的身影。可当富冈终于找到炭治郎，他却跪在那里一动不动，并且一旁的后勤人员检查后，此时的炭治郎既没有呼吸也没有脉搏。得知此消息的富冈泪水抑制不住的流淌，那个温柔开朗的孩子永远的离开了，我又没能保护好你，到头来我每次都是在被别人保护，请原谅我吧。而此时恢复人类之身的祢豆子终于来到战场，可等待他的却是哥哥死亡的消息。无惨虽然已经死亡，但他却塑造了更为恐怖的存在——鬼王灶门炭治郎。在即将死亡之时，无惨将自己的所有血液和细胞全部注射到炭治郎的体内。虽然自己即将死亡，但自己那追求永恒的意志依旧有人继承。虽然炭治郎已经没有了呼吸与心跳，但他体内的细胞尚未完全死亡。在无惨看来，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把所有的血液和力量全部注入你的体内，如果你为瞬间暴毙而是活了下来，到时候炭治郎你便会成为克服阳光的最强鬼王。毕竟你是体内流淌着与灶门祢豆子相同血液的亲哥哥，而且你还是这世上唯一能与那怪物同样驾驭日之呼吸的人类。我坚信你绝对不会死亡，你一定会实现我追求千年的愿望。其实死亡的阴影每时每刻都在纠缠着无惨。还在母亲的腹中之时，无惨的心脏就曾好几次停止跳动。出生之时的无惨既没有脉搏也没有心跳，以至于接生的产婆都说他是个死胎。在即将被焚化的时刻，无惨才总算挣扎着发出了第一声啼哭。所以无惨执着地向着自己的唯一愿望努力，并且付诸实际行动将它变成了现实。然而单一个体所能做到的事果然还是有限的。产巫夫，我现在不得不承认你之前那句话是对的，任何生物都终将一死，只有意志才能永恒不灭。诚如你所言，对于那些死在我手中的人类，我没有任何印象，于他们而言，肉体的死亡便是终结。而事实又如何呢？那代代传承的意志仿佛永恒不灭的火种，就连如此强大的我，最终也被他所击垮。无惨被眼前的事实所震撼，颤抖着流下了泪水。但好在自己那追求永恒的意志依旧有人继承。此时本既没有脉搏也没有呼吸的炭治郎，却在此时突然睁开双眼，并且那原本失去的手臂瞬间恢复如初，随即挥向站在一旁的伙伴。好在富冈及时出手将那人救下。救下那名队员的富冈很清楚，刚才哪怕迟疑片刻，那位队员都会死在炭治郎的手中。恢复如初的手臂，以及炭治郎此时那狰狞的面貌，并且暴露在阳光下的身体在逐渐分解。虽然难以置信，但富冈立即便明白炭治郎变成了鬼，随即立即做出指挥，所有还能动的队员立即拿起武器击杀灶门炭治郎。炭治郎被变成了鬼，赶在炭治郎伤人之前将他固定在阳光下消灭掉。当炭治郎想要躲到阴影地方之时，富冈立即将炭治郎压制住，拜托了，请你就这样的逝去吧。可随后富冈便震惊地发现，阳光所造成的灼烧停止了。在克服阳光之后的炭治郎立即对富冈出手，而目睹一切的伊之助很愤怒：炭治郎，你这家伙在干什么？这可是中分小挂，是自己人。可当伊之助看到炭治郎用狰狞的面貌狠狠地盯着自己之时，伊之助一时间愣在原地。曾经的三小只相互约定，今后无论谁有行差踏错的趋势，另外两人都要全力阻止，就算再艰辛再痛苦，也要堂堂正正地活下去。伊之助知晓自己必须挥刀阻止炭治郎，可每想到曾经那个温柔善良的炭治郎，即便此时炭治郎变成了鬼，即便炭治郎的利爪正向自己袭来，可伊之助依旧下不去手。当炭治郎一口咬中祢豆子的那一刻，怕是所有人都认为万事皆休。那个温柔善良的炭治郎竟伤害了自己的亲妹妹，而看到如此状态哥哥的祢豆子真的好难过。为什么每次哥哥都要受这种苦？祢豆子感觉很对不起，都怪自己之前什么都不知道，才害得哥哥必须独自背负这一切。明明就差那么一点点，千万不可以变成鬼，让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当炭治郎的利爪撕裂祢豆子的身体，见此情况的善意立即将炭治郎抱住。快住手，炭治郎，这可是祢豆子妹妹，她已经变回人类了。如果你再这样乱来，她可是会死掉的。你难道听不见她正在叫你哥哥吗？同时伊之助一拳打在炭治郎的脑袋上，不许伤害祢豆子，俺太清楚你绝不是这样的人，赶紧给俺变回来，变回当初那个温柔善良的炭治郎啊！可失去理智的炭治郎非但没有回应，反而是将众人打飞了出去。目睹炭治郎咬中祢豆子的富冈知晓一切都完了。炭治郎此时已经尝到了血腥味，虽然想在炭治郎伤害其他人之前帮他解脱，可此时无论是阳光还是变红的日轮刀，都已经伤不到现在的炭治郎。眼下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击败变成鬼的炭治郎，并且失去理智的炭治郎正无差别地对众人发动攻击。当炭治郎口中的雷击即将发射之时，祢豆子伸手挡在炭治郎的面前。虽然那攻击最终还是被发射了出去，可祢豆子却并没有因此而受伤。而富冈也立即便意识到这一点，为什么炭治郎到现在还没有杀掉祢豆子？明明流着血的食物近在眼前，可炭治郎却并没有大快朵颐，
还有刚才的雷击为什么会故意打偏，诸如此类的巧合接连发生。富冈终于意识到此时的炭治郎尚未放弃抵抗，如此一来，只要让炭治郎恢复意识便好。但如今的自己真的有办法实现这种奇迹吗？看着变成鬼的炭治郎，香奈乎逐渐靠近战场，而他的手中有着最后一支让鬼变回人类的药物，这是蝴蝶以紫藤花为原料制成的秘药。蝴蝶本担心用在祢豆子身上的药量不够，所以才将其研制出来以备不时之需。然而朱氏小姐已经研制出3种能使鬼变回人类的药物，自然是用不到它了。所以我决定将它交给你保管。而看到如今的场景，也许自己还有一只眼睛还能看得见，便是为了这一刻吧。炭治郎才刚变成鬼，应该还来得及，就算只剩一只眼睛，应该也足以躲过炭治郎的攻击，将药物注射到他的体内。在本就失去一只眼睛的情况下，香奈乎再次使用彼岸猪眼，而结果也如香奈乎所预料的一般，虽然被炭治郎的攻击击中，但最终还是来到炭治郎的面前，将让鬼变回人类的药物成功注射到炭治郎的体内。这绝对是鬼灭之刃最经典的名场面。面对即将离去的炭治郎，无惨哭诉着祈求炭治郎不要离开，你可是被神选中的人，只有你能成为完美的究极生物。此前香奈乎成功将最后一支让鬼变回人类的药物成功注射到炭治郎的体内，而尚存意识的炭治郎和无惨进行最后的角逐。祢豆子，哥哥其实也很想回家，但是哥哥现在真的好累。神啊，求求您，请让我回家吧，我真的只是想和妹妹一起回家而已，请您实现我的愿望吧。此时无惨出现在炭治郎的面前，就算你能回去又能怎么样？你的家人早就死光了，就算回到那个遍地坟包的家，你又能怎么样？我们还有着那些幸福的回忆，只要我和祢豆子还在，这些记忆便不会消失，所以我必须回去，和祢豆子一起回到养育我们的家乡。快放弃那些毫无意义的胡思乱想吧，祢豆子已经死了，而且是你亲手将他杀死的，你也应该闻到那股属于同伴的血腥味了吧？那可全都是你干的好事，他们全都恨你，根本就没有人希望你回去。可炭治郎依旧想回去，他想向那些被自己伤害的同伴们道歉，就算你道歉也不会得到原谅。无惨，这种事情还轮不到你来下结论，凭气味我就知道大家都在替我担心。住口！炭治郎，你必须留下来继承我的意志，我不允许你乐观，也不允许你相信他人，更不许你心怀希望。别忘了，你必须承受斑纹显现的代价，除非变成鬼，否则过不了几个年头你就会死去。你必须表现出完全的自私，抓住眼前这无穷无尽的生命。可炭治郎才不要这样，即便死亡，自己也要以人类的身份死去。我才不稀罕什么无穷无尽的生命，我只要回到家人的身边。可明明已经有那么多人死去了，你真的还有脸自己一个人苟活下去吗？你真的好意思这样恬不知耻的活下去吗？而无惨的话语也成功让炭治郎失去了对生的追求。可就在此时，曾经那些逝去的伙伴在此时拖住炭治郎的身体，并且炭治郎还闻到了紫藤花的气味。此前香奈乎注入炭治郎体内的药物终究开始生效。哥哥，咱们一起回家吧。面对即将离去的炭治郎，无惨终于难掩心中的焦急，快点撒手，回到我这里，你可是连阳光都克服了，不要去那边。炭治郎，你可是稀世罕见的最强生物，难道你听不见那些死者的怨恨之声吗？他们都在高喊，凭什么只有你能活下去？凭什么自己失去了一切，唯独你可以全身而退？你胡说，因为我知道的，他们都是甘愿为他人献出自己生命的人，他们都希望其他人今后不要再经历自己当初承受过的痛苦和悲伤。面对逐渐离去的炭治郎，无惨无比焦急。等等，炭治郎，算我求你了，继承我的意志，成为鬼之王吧，这个世上就只有你能做到，你还不明白吗？你可是被神明选中的人，只有你能成为究极的完美生物。可炭治郎离去的速度没有丝毫的变化，快点回来吧，炭治郎，绝对不要输给他，一起回家吧。在众人的簇拥下，昏迷的炭治郎终于再度苏醒。虽然失去了许多真实之人，但鬼杀队与无惨之间持续千年的恩怨终于在这个时代画上句号。同时，最后一次九柱会议在此时展开，许多孩子在最后那场战斗中失去性命。如今九柱也只剩下你们2位。面对仅存的2位主，惠利哉宣布，从今日起，鬼杀队正式解散。我们产屋夫一族对各位在这漫长岁月中赌上性命为世人力战恶鬼，鞠躬尽瘁，一事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见此情况的富冈与不死川立即出言，请您速速抬起头来，您没有必要向我们道谢。鬼杀队之所以能够存续至今，要数产屋夫家付出的最多，并且惠利哉大人运筹帷幄，指挥众剑士歼灭无惨的英姿，势必能令包括耀哉大人在内的产屋夫家族众先祖引以为傲。3个月后的蝴蝶屋，相聚在一起的3小只的伤势基本恢复，而此前炭治郎那因为变成鬼而恢复的手臂，此时已经变得皱巴巴的，连握拳都做不到，顶多只能把整条胳膊抬起来放下而已。而且从手肘往下已经完全没有触觉了，眼睛也只是眼球恢复了，并没有视力。相比于自己的身体，炭治郎更担心祢豆子，我咬过的地方肯定会留下伤疤，同时也很对不起大家。对此，祢豆子有些不开心地说道：“哥哥真的认为会有人在意这些吗？不许再道歉了。不过哥哥能够变回人类实在是太好了。当时义勇先生看到我动嘴咬你的时候，甚至都觉得万事皆休了。任谁都会那么想吧，就连我也好几次以为哥哥没准回不来了呢。听御史郎先生说，我之所以能够复原，都是多亏了任小姐的药物，而第一口咬中你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他说你曾经变成过鬼，所以变回人类之后的你体内有着抗体，它可以帮助你免疫无惨细胞的侵蚀。根据御史郎的推断，在忍小姐留下的药物和祢豆子之中，无论少了哪一样，你都可能最终无法变回人类。还有就是当时作为一只鬼的你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你没过几秒钟就克服了阳光，可见你的身体要远比祢豆子甚至无惨更加适合成为一只鬼。还有直到最后一刻都还残存着些许自我意识，这真的很厉害。这一路走来真的辛苦你了，你很了不起哦，炭治郎。没有的事，我只是在大家的帮助下才侥幸。而见到炭治郎感动的御史郎立即改口，我只不过在开玩笑而已，你这家伙不要当真好吧，看到你的脸就不爽，回去了。而在御史郎离开之际，御史郎先生千万不要死啊，毕竟直到最后都还把朱氏小姐牢记在心的人就只有御史郎先生了。不久后，在得知炭治郎即将回家的众人在回家的前一天都来看望炭治郎，听说你小子明天就可以回家静养了，要不要先去我们那玩一趟再回去？炭治郎很开心来自天元的邀请，但还是决定安顿好之后再去。同时颠兽郎在千兽郎的拖拽下来到了这里，听说你一直都佩戴着杏兽郎的刀锷在战斗，真的谢谢你。那孩子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也会很开心的。哪里的话，多亏了杏兽郎先生当初的鼓舞，我才能一路奋战到现在，应该是我谢谢你们才对。而伊之助因为肚子饿悄悄离开了这里，来到厨房的伊之助偷吃放在桌子上的食物，却没想到自己还没吃几口便被发现。为啥他能这么快便能察觉到俺的行踪？莫非其实他很厉害不成？随后小葵端着盘子来到伊之助的面前，肚子饿了的话就吃这些吧，今后这就是你的专属盘子，这上面摆着的东西你随时都可以吃，所以今后不要再偷吃了，知道了吗？与此同时的另一边，炭治郎来到了香奈乎的面前，再次见到香奈乎，炭治郎只是觉得他真的好温柔，同时担心香奈乎的伤势，伤口已经不痛了，我的眼睛也并不是一点都看不见哦。还有刚才风柱有来过，他将蛇柱大人的好友滴丸托付给了我。此时恢复意识的祢豆子与不死川相遇，面对主动打招呼的祢豆子，不死川反倒是有些不好意思，并且祢豆子还主动关心他的伤势。得知自己身体有好好恢复的祢豆子露出开心的笑容，这却让不死川更加愧疚。之前的事情很抱歉，听说在歼灭无惨之后又发生了变故，我身为柱却偏偏晕了过去，结果一点忙都没有帮上。对此情况的祢豆子表示这有什么呢？和我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我之前还昏睡了2年呢。还有我很喜欢睡觉哦，我喜欢睡觉，睡着肚子就不饿了。在祢豆子的身上，石迷看到了弟弟的身影，将手放在了祢豆子的头上，而这样的场景让躲在暗处的善意非常愤怒。那家伙在干什么？不久后，善意与伊之助跟随炭治郎回到了家乡。爸爸妈妈，在许多人的帮助下，我和祢豆子都活着回来了。尽管有许多人失去了生命，但大家总算是团结一心，实现了共同的夙愿。无论今后再遇到多么可怕的困难，我们都能彼此帮衬着继续活下去。因为大家的牺牲，才走到今天的我们，必将竭尽所能的努力迈向明天。而在那一瞬间，家人再次出现在炭治郎和祢豆子的身边，欢迎回来，并且炭治郎与祢豆子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存在。在炭治郎不在家的几年时间内，因为三郎爷爷和镇上人经常帮忙打扫的原因，屋子里面依旧很干净，并且榻榻米和棚子也都换成了新的。明明都不是些便宜的东西，下次一定得带点什么去登门道谢。一旁的伊之助发现门框上有许多抓痕，立即让众人小心，这种抓痕连俺都没有见过。不是的哦，伊之助，这是当初我和家人们测身高时留下的，为了分清是谁还写了名字呢。得知情况的伊之助立即表示自己也要测，并且自己一定要超过所有人。虽然祢豆子表示还是之后再测吧，再不抓紧时间收拾可就要天黑了。见此情况的伊之助立即在地上打滚，就要现在测。为了安抚伊之助，众人也只好顺着他。而在时间的飞速流逝下，时间很快便来到了现代。